听说了没？昨日江三郎家捡了个女娃娃，也不知是哪家丢的。哎呦，脐带还没脱呢。真的假的呀？二婶子，你亲眼瞧见了？这年头谁会丢娃呀？又不是荒年养不活。哎呀，那还有假呀？今日早上我去他家借水桶，亲眼瞧见的。那娃娃满脸红肿，说是被蚂蚁咬的。哎呦，真是造孽呀！在哪里捡的？不知呢。江三郎家的咬死不肯讲。哎，左不过附近几个村的，也不知谁家这么缺德。可不是，反正不是咱村的，咱村就20来户，谁家婆娘放个屁都有人知道，别说生个娃了。咱们村可没那样狠心的人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是女娃，若是男娃子呀，许春娘可就庆上了。江三郎成亲10年，他媳妇儿许春娘连个蛋都没下，江老娘为此差点被气死。也亏江三郎仁义，这么多年就没休妻。就是，要搁俺家，指不定一天骂到晚。别说10年，就是3年不怀，他就得跳脚休了俺。这么好看，可不是啊！点个订阅吧。江三郎端着一碗羊奶进了屋。昨个大哥家的羊下崽了，我就挤了点奶，等会儿煮开了喂给娃娃。哎呦，这也太巧了吧！这下娃娃有奶喝了。将手中的襁褓放床上，盖好了薄被。哎呀，我去煮吧，你来看着娃。刚刚啊，他哭得好凶嘞。江三郎将陶碗递到了妻子手中，伸头瞧着床上小婴孩。哎呀，这孩子许是饿狠了呀！昨个到今儿就喝了点糖水。呼，床上小婴孩微微睁开眼，突然冲他咧嘴笑了一下。哎呀哟，小闺女会笑了。哎呀，咱闺女这是认出爹了呀！净说胡话，他才多大呀？咋就认得你了？哎呀，那可难说呀，咱闺女可聪明着嘞。昨儿我一抱起她，她就不哭了，就只一个劲儿的流泪，这好似委屈的不行啊。一想起小闺女当时一脸的蚂蚁，江三郎就心疼的直抽抽。也不知谁家这么狠心，将刚出生的娃子抛到坟岗子里。啊，好，乖，没事了啊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我江三的亲闺女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这么好看，绝饿不着你啊。点个订阅吧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要不请陈三叔给取吧，我这一时也想不出好名啊。陈三叔名叫陈三友，是东陈村的村正。不用这么麻烦。许春娘不想让自家捡个孩子的事儿弄得人尽皆知，要不就叫英宝吧。你去北山摘樱桃遇到的宝贝。哎呀，好，就叫英宝。哎，春娘，你说的对呀。哎呀，摘樱桃遇到的宝贝。哎，这名字好，吉利。转眼夏去冬来，春又至，草长莺飞时，小英宝已经11个月了，不仅会爬，还能扶着墙走几步。爹爹，抱。哟，英宝学走路呀。哎，累不累？哎，来，看看爹给你带了啥。江三郎从怀里摸出一个有些皱巴的青红果子，在手里晃了晃。看，要不要吃啊？可甜可香喽。英宝眼睛一亮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抱住。吃。这哪儿来的？娘给的，他老人家呀没舍得吃，偷偷塞给我了，说是啊给英宝甜甜嘴。是大姑姐送给爹娘的年礼吧？你也好意思拿家来？那咱们都分家了，被旁人瞧见，好说不好听啊。哎呀，这有啥？又不是我伸手要的，这娘给了还能不接吗？长者赐不可辞，懂不？爹爹吃。咱家英宝真孝顺，知道第一口给爹吃。孝顺。娘。咔嚓，又咬下一这么好块塞给了看，春娘。点个订阅吧。好闺女，好闺女。等爹娘老了，就靠英宝送终喽。英宝摇摇脑袋，举起小胖手指了指阿娘。爹爹，英宝送。英宝说啥呢？啊？英宝从老爹膝盖上下来，跌跌撞撞的走到了许氏跟前，扑进阿娘怀里，摸着她的肚子。弟弟，娘，弟弟。哎，江三郎这回似乎听懂了。英宝说：“娘这里有弟弟。”弟弟。2个。江三郎呆住了，忽然想起这几日妻子一直吃不下饭，还时常的干呕。你这几天总说肠胃不适，要不咱们去找姨婆瞧瞧？不可能吧？哎呀，那去瞧瞧又不费事儿，就是没怀，咱们也得请个脉呀，对不对？你这几天总吃不下饭的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姨婆老张氏住镇上，离东陈村约莫5、6里，步行的话要走半个时辰。江三郎怕累着妻子，
准备去陈村正家借头毛驴代步。别，就这么走吧，又不是走不动。哎，也好，那你小心些啊。村儿哥，我还去挑水了呢，咋的？今儿个就不能走道了？以后你别挑了，万事啊，等我回来做。这些日子春种，他天不亮就要去田里忙碌，连晌饭都是妻子送去地头的。许氏冲丈夫笑笑，摸摸自己的肚子，心底满是忐忑。英宝眨巴着眼看看爹，又瞧瞧娘，抿嘴微笑，真好，娘已经怀上弟弟了，他们一家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。英宝搂紧老爹脖梗，将脑袋靠在他肩颈处，垂着眼眸盯着自己手腕处红色的胎记，就是这胎记让自己与爹娘弟弟永远分离，得想法子把他弄掉。前世忽然被生父生母带人找到，联手一杀。他清楚记得，你这个灾星，恶毒的贱人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怎么还敢活着？英宝死过一次，这么好看，又重生了。点个订阅吧。英宝合上眼，意识瞬间进入一处岩洞，这是他的地盘，上辈子无意间发现的神奇地方，一个神秘洞府。只见洞府10丈见方，池水清冽甘甜，池中间还有个偌大圆形球体，正发出太阳般金色的光芒。英宝来到池边，将昨日带进来的苹果种子埋进池边松软的黑土里，埋好种子又捧水浇灌几次，英宝意识便开始模糊，很快陷入沉睡。再次睁眼，发现已经来到了姨婆家。如何？恭喜呀，你娘子是喜脉，约莫3个月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您可别逗我啊！您可别逗我。这还有假？三娘子，跟我来，老身给你听听胎息。哎，许氏站起身，望了眼丈夫，跟着姨婆走进里间。不一会儿，姨婆出来。哎呦，三郎啊，你娘子怀了双胞胎呢。这真是双胞胎？每餐就得少吃米粮，多吃菜蔬，以便生产顺利。还有啊，快足月时就趁早请好产婆，别拖拖拉拉，到时候来不及。双胎比不得单胎，你们可不能马虎啊！好。从张姨婆家出来，江三郎还有点晕晕乎乎，一手抱着闺女，一手牵着媳妇儿。咱们先去买2斤红糖，再晾几升稻米，熬粥给你吃。稻米那么贵，家里就剩几十钱，还是别乱花了。这才开春，离下收还有好几个月呢。别担心，等咱家的地下完种啊，我就去县城转转啊，总能找个挣钱的营生的。哪那么容易啊？哎呀，去县城100里呢，那到时候你住哪儿？难不成还跟上回那样睡破庙？去年秋收结束，三郎跟2个同村去县城找活计，结果活没找着，3个人差点被一群地痞恶汉给打死喽。那稻米红糖肯定得买，姨婆说了，让你多吃精细好刻画的。等夹去了再杀几只老母鸡炖汤给你喝。咱家就剩2只母鸡了，那这会儿正是下蛋的季节，哪里能杀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哎呀，没母鸡下蛋，咱英宝吃啥呀？咱们英宝这每天还得吃个蛋羹呢，是我想差了。爹爹吃鱼，他决定提点一下憨憨老爹，没有肉，娘吃鱼也可以的。啥？吃鱼。闺女说要吃鱼。英宝连连点头。哎呦，还是美人娘聪明。原来英宝想吃鱼了。等爹回去啊，就下河抓一条啊。回到家，小闺女朝炕上一放，2口子一个烧火，一个揉面，准备做顿面饼犒劳自己。炕上的英宝很无聊，眼皮一个劲儿的往一起沾，不知不觉睡熟了。睡梦中，忽然面前金光一闪，出现一本桌面大的巨书。翻开第1页，没能思考多久，英宝意识开始混沌。1日醒来，他脑袋里还装着昨夜的梦境。宝，吃饭喽！英宝一口口吃着，很快将1小碗吃完。宝啊，今日真乖，吃完1整碗呢。让娘瞧瞧，这小肚皮撑着没？英宝怕痒，咯咯笑着躲开阿娘的手。母女俩正欢闹着，江老太太拎了个篮子快进门了。嘿，娘来了。老太太将篮子往桌上一搁，三郎说你有喜了，我过来瞧瞧，正好家里攒了几个鸡蛋，你大嫂让我拿过来。老太太和老伴儿跟着长子过，咱家还有鸡蛋呢，这些您二老留着补身子吧。你家有是你家的，你大嫂子一片心意，怎好驳了？再说了，你头回怀身子，又是双胞胎，
正要多吃点补补。许师爹没顺眼，安静听训。你看看你，都有身子的人了，不要总窝在家里，没事啊，多活动活动腿脚，生产也顺畅。春娘想辩驳自己没有总窝在家里，又怕贸然插嘴惹婆婆不快，只好忍住。重活累活呢，你也不必做，凡事有三郎，再不济呢，就去前头喊一声你大嫂二嫂，他们总会帮你一二的。是娘。还有你呀，以后不要让你娘抱啦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奶奶，宝乖，不抱，来抱抱。哎呀，乖宝都会叫奶奶啦啊！奶奶老啦，抱不动英宝啦，回头啊，让姐姐来抱你，好不好啊？姐姐抱。好，奶奶这就让姐姐来抱你。哎呀，你呀，给英宝收拾几件衣裳，带她去前院，让你大嫂帮着带几旬，你也好好养养胎啊。哎呦，真好麻烦大嫂啊，英宝儿乖着呢，我自己带就好，不费事。他可舍不得把英宝交给旁人，大嫂也不行，随便你。江流氏睨了三儿媳一眼，说你哪天逃不过来，就到前头喊一声大妮儿，让她帮着照看照看。而谨记奶奶的交代，可不敢让娘抱，摇摇脑袋推开娘的手，英宝扭着屁股趴滑下炕，这才将小手递给了娘牵着。院门口一株桃花开得正盛，英宝扶着树下大石头，撅屁股捡桃花。许春娘则坐在旁边绣虎头鞋面，隔壁王二婶儿也端着针线婆罗过来，一屁股坐在树下的小马扎上。哎呦，给英宝做鞋嘞。春娘呐，告诉你一件稀罕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年前啊，陈村郑家小儿媳不是生了吗？请了西陈村的吴四婶来接生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哎呦，听那吴四婶说，西村陈昌平的媳妇儿又生个闺女。哎呦，生闺女咋了？那有啥稀奇的？嘿，是没啥稀奇，不过呀，自那陈二郎家的生产后啊，从没见他抱孩子出过门。不出门咋啦？有人说呀，他家呀把闺女给送人了。哎呦，能送给谁呀？谁家有闲钱养别人闺女啊？二婶儿，你啥意思？哎呦呦，我就随嘴一说，你别多心呢。英宝可是你家三郎从外头捡的，跟那陈昌平家有啥关系呢？哎呀，那陈二到底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家里也不缺吃喝，哪能做出让孩子的事？你这么好看，就是吧？点个订阅吧。不过呀，这个陈昌平他娘却到外头说，那小闺女生下来体弱，第二天就没了。哎呦，人嘴两张皮，想怎么说怎么说呗，也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呀。哎呀，可接生的吴四婶说呀，那天接的娃娃呀，哭声响亮着嘞，没看出哪里体弱了。哎呀，若不是体弱，那孩子怎么好端端的就没了？哎呦呦呦呦，不敢想呢。这年景啊，又不是缺衣少食去，谁能狠心把亲生娃弄丢掉嘞？春娘抿唇不语，英宝揉揉鼻子，将袖子朝下拉了拉。晚间，许春娘将白天王二婶的话告诉了丈夫。你说咱英宝会不会真是陈昌平的孩子？是他家的又怎样？他都把闺女丢了，还能再要回去不成？可哎呀，我这心里慌慌的。三郎，你没告诉别人英宝是从哪里捡的吧？放心吧，我又不傻，这既然决定养着英宝了，怎么可能跟别人讲实话呢？那就好。若是以后真有人来认英宝，你就说是在小南山捡的。好。三郎，英宝手腕处有个胎记，你说那家会不会拿胎记说事儿啊？那咱们就别让旁人看到他的胎记就是了。可天凉还行，就怕夏日瞒不过。好了，别想了，睡吧。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陈昌平啊，这到底是个读书人，脸面还是要的。这英宝又不是咱们偷来抢来的，他来要那也得讲个道理。春娘闷闷不再吭声。英宝闭眼装睡，默默地听完爹娘的对话。爹娘到底低估了陈昌平夫妻的无耻，意识沉进石海。英宝蹲在池边，将手臂伸进冰冷的池水中，一遍遍的浸泡搓洗，又从石壁上抠一把屋顶制的痣，涂抹在手腕处，反复如此。
他要试试能不能将胎记搓掉。一晃4个月过去，英宝已经1岁零3个月啦。英宝，你栽什么呀？苹果树。英宝哪来的苹果树呀？种子种的，爹爹给的苹果有种子。哟，这么好真看的呀？点个订阅吧。英宝啥时候种的呀？春天种的。说着噔噔噔跑去灶房舀水浇灌。当然他可不是舀水缸里的井水，而是借去灶房的功夫偷渡洞府里的水。宝，井水不能浇苗，得先在日头下晒晒。英宝眨眨眼，犹豫一会儿，只得将水瓢搁在地上。洞府里的树苗长不大，说不定就是因为吃水晒不到太阳的缘故。等你爹回来，让他去挑担河水，专门留给你浇树。盛夏的中午异常炎热。二少爷锄地呢。哎呦，三郎啊，你媳妇啥时候生嘞？还早着呢。哎呦，三郎啊，你家英宝啊，最近可出名了。二婶，你说啥？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村里啊不少人传，我家英宝可担不起这个名头。我咋胡说啦？那可是外头人说的，我好心告诉你罢了。再说了，你不承认英宝是送子童子有啥用啊？你媳妇儿春娘可实实在在的是怀了双胎的。哎呦，这10年都没动静，咋就这么凑巧呢？荒唐！江三郎沉下脸，也不再理王二婶了，大步离开。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好心好意告诉你，还炸毛了还？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，好推。再说江三郎大步流星往家赶。爹爹回来了。三郎啊，这菜汤和面饼放在箩筐下面，我与英宝已经用过了，你赶紧吃吧。好，这哪来的鹅蛋？那大妮儿送过来的，拿来2个，我和英宝吃了1个，这个留给你。哎呦，鹅蛋给你们明天吃，人家说孕妇吃鹅蛋呢，生了娃娃白净。那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吃这个干啥？浪费。净胡说，你吃怎么浪费了？那我与英宝每日都有煮蛋呢，还有大侄子送来的螺蛳、小虾和泥鳅，那不差这只鹅蛋。你赶紧吃了吧，这么热的天，在大日头下锄地，再不沾点荤腥，当心中了暑气。说着拿起大鹅蛋在桌角磕了几下，江三郎无奈只好接过来。说也奇怪啊，咱家这2只母鸡最近胖了不少，那下蛋也勤快了，1天2个，还都是双黄蛋呢。这大约是蚯蚓喂的吧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大妮这几日不是经常带着英宝挖蚯蚓喂鸡吗？这鸡养的壮了，自然下蛋就勤嘛。也是。春娘笑眯眯地瞧着闺女儿，越看越喜欢。宝，来张嘴啊！江三郎用筷子夹一块蛋黄塞进闺女嘴里，又夹一块给妻子，这才将剩下的大鹅蛋吃了。吃完饭，一家3口躺席子上睡午觉。英宝睡不着，等爹娘睡熟，悄悄地爬起来溜到院子外头，2母鸡跟着他一步一趋，咔咔咔咔。3小只来到一处小旱沟，四顾一圈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英宝顿时支棱起来，拿起铲子铲土，铲一下收一次，铲一下收一次。很快，旱沟里的肥土被他收了一大片。等会儿等大妮姐姐来呢，你们就有虫子吃呢。他得趁没人的时候多多收集泥土，方便以后育苗。宝，你做啥呢？爹爹，我挖蚯蚓给鸡吃。冲老爹扮了个鬼脸儿。江三郎站起身对妻子说道：这外头太阳不怎么烈了，我去把剩下的地除了。你身子重，在家当心点，就少出门遛弯吧，然后顺便再看着点英宝，别让他出去乱跑。知道了。最近呢，那宝儿确实野了，一个不留神就没影儿，我追都追不上。回头啊，你去前头叫一声大妮儿，请她多过来跟咱们英宝玩。哎，好。江三郎去灶房灌了一罐凉开水拎上，扣上草帽，扛着锄头出了门。没多久，大妮儿就跑过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最小的弟弟元宝。三婶，咱们来和英宝玩。大妮儿来了，来，快进屋，三婶给你们冲糖水喝。哎，那元宝今儿没课业吗？没课业。元宝哥哥，你读书给英宝听好不好？我只会三字经，我就不该跟大姐过来。那元宝哥哥读三字经好不好？英宝虽然识字儿，但不能让爹娘知道，自己只有先跟元宝多接触多学习，才敢一点点的表露出来。胖了不少，
那下蛋也勤快了，一天2个，还都是双黄蛋呢。这大约是蚯蚓喂的吧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背到三才者天地人之后，元宝就开始磕磕巴巴抓着挠腮了。哇，元宝哥哥好厉害！元宝脸红了，小胸脯却瞬间挺直。快过来喝糖水。元宝，别理你妹妹，赶紧来喝口水润润嗓子。元宝松了口气儿，连忙避开小堂妹跑过去。英宝偷笑，也跑去喝水。喝完红糖水，仨孩子在屋里待了一会儿，甚觉无趣，于是又跑出院子。水田里禾苗刚刚的扎根，小鼻涕也悄悄的发芽。大妮儿和元宝脱鞋下了水田，弯腰一把把掏摸，很快的摸出一兜黑黑圆圆的小鼻涕。你们在干啥？快跑！再看你们过来，敲断你个狗腿！英宝将10来粒小鼻涕分成3份，一份给爹，一份给娘，一份给自己。三郎啊，明儿还去锄地吗？哦，咱家的那个豆地啊，锄完了。大哥家还有2晌，只是他呀不用我去帮忙。江三郎捧着比脑袋大的陶碗喝菜粥，稀里呼噜吧几口，又加几根咸菜塞嘴里慢嚼。明儿啊，我去北山，估计啊那个种麻能割了。这北山种的麻不少啊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要不请你大哥二哥帮帮忙？不用请他们，我一个人干。这个呀，只几天就干完了。爹爹，明日我也想去。你去干啥啊？爹要忙活计呢，可不能带着你啊。我想去，我不用弟弟带。哟，这能耐了呀啊！乖乖听话，爹回来呀带山杏给你吃啊。吃完饭，收拾好碗筷，江三郎又烧水给一家洗漱。等都忙完，天已经黑了。英宝睡在最里面，紧靠着阿娘，合着眼睛假寐。宝睡着了？英宝不吭声，假装睡着。睡着了。哎呦，估计他今儿累着了。这大中午跟大妮儿去水田捡鼻涕，还说要留给你。吃过晚饭，又摆弄他2棵苹果苗，浇水培土的，怕积着了，还四处找箩筐盖上。哪来的苹果苗啊？就是你上回拿回来的苹果。点个订阅吧。爹娘说英宝是他们的心头宝，谁敢欺负，爹娘就去打他。宝儿将种子留下来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种的，竟发了2棵苗。你说他才多大呀，竟晓得留禾作种，还真就给种出来了。春娘，这些话以后别给旁人说。怎么了？有谁说什么了？今儿啊遇到王二婶了，她说村里人啊都讲英宝是送子童子，我怕呀有人不安好心啊。这小孩自小都带灵性，长大了那些灵性就渐渐散了，这不稀奇。还说这孩子越小越能看出娘肚子里是男是女，我估计呀我这胎怀的定是男娃子。还真是，娘上回啊就追问过元宝，你三婶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呀？我倒希望是一儿一女，英宝以后啊就有弟弟护着了，也有妹妹作伴。俩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，渐渐睡去。英宝没睡，在黑暗中眨了眨眼，流言还是起来了。估计那家子很快就会听到风声。英宝将意识沉入洞府，低头查看手腕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胎记颜色似乎淡了些，可仍旧清晰可辨，可见用无顶汁和池水洗不掉，那么就只能用另外2种办法了，要么刀削，要么火烫。一日，哎呦呦呦呦，是英宝啊！英宝啊，这么早干嘛去啊？婆婆，我去挖蚯蚓喂鸡。哎呦，真是个好孩子呀！哎，英宝啊，这怎么俩手腕都缠着布啊？是不是伤着了呀？没有，戴着好看。哎呦，英宝啊，告诉二婆婆，你爹你娘打过你没？有没有不给你吃饭呀？爹娘最喜欢英宝，才不打呢，会把最好吃的留给英宝。爹娘说英宝是他们的心头宝，谁敢欺负，爹娘就去打他。哎呀，这小嘴叨叨的，王二婶脸一黑，一扭身走了。英宝朝他背影吐吐舌头，带着俩小母鸡儿这么好去小看汉沟。点个订阅吧。想不想去北山呢？啊，想。英宝就坐背篓里，爹背着轻省。来，北山离东陈村约莫3、4里。江三郎指着一片山林对闺女说道：“
这一片是咱家的地，旁边呢是你大伯二伯家的。你爷爷的地靠近西陈村那边，离这里有点远了。走，爹带你去瞧瞧咱家的桑树。父女俩在林子里四处转悠，找到很多野生果木，像栗子、野山桃、野山梨。咱们现在能回家了吧？忽然，一丛树后转出2只短尾鹿。啊，爹，鹿！爹看见了。这样，咱们赶紧回家，找你大伯二伯围猎。说着，转身就走。山鹿警觉，早已窜进树林不见。江三郎急匆匆回了家，将闺女交代给春娘以后，拿上弓箭和绳索出了门。3天后，江家兄弟各扛1头鹿回来，顿时轰动整个村落。我说江三儿，你这可就不地道了啊！去猎鹿也不招呼哥几个一声。这不是事出突然吗？再说了，那天我也没看见你呀。你们这是去哪里猎的？北山，我跟大哥二哥追下去几十里，差点迷路回不来了都。北山啊，昨儿我还去北山看马呢，怎么没看到？等你看到鹿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们这次猎回3头，那鹿群该不小吧？没多大，就3、4头，3头大鹿带1头小鹿。其实不止，但他怎么可能跟外人说实话呢？你们还真是好运啊，竟把3头都猎回来了。江三郎嘿嘿憨笑，去帮大哥剥鹿皮。英宝蹲在石磨前，见小鹿蜷曲在石磨下，睁着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，惊恐地看着他，不由心下微动。小鹿后臀处好像受了箭伤，英宝慢慢地挪过去，悄悄地从洞府弄一些屋顶枝出来，捏碎了抹在小鹿的伤口上。刚抹完，就听大妮儿姐叫他：英宝，别摸，当心弄脏手。不脏。咱们去看剥鹿。英宝不想去，他还想看看那头受伤的大鹿呢，但自己力气小，拗不过大妮儿姐，只能一步一回头跟着。下晌，江家烹煮鹿肉，宴请住在东陈村的陈氏族长陈父、村正陈三友、私塾夫子，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村里老人来家里吃饭。鹿肉宴结束，送走客人。明儿正好4门那逢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们哥3个把那头伤鹿和鹿皮鹿角带去卖了，4门靠近县城，又是大集，能卖个好价，所得银钱你们3个平分。至于那头小鹿，就留给3郎、大郎、2郎，你们2个没意见吧？瞧你说的，我们有啥意见？都是一家人，那小鹿本就该给3郎。就是爹，你也太见外了，把咱哥几个想成啥了？那就好，回头你就把小鹿牵回去，我瞧英宝挺喜欢的，小鹿能养大，以后卖了钱留给他做衣裳穿。3郎啊，英宝乖巧，你可得好好养护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没有鹿我闺女也会有新衣穿的。你明白就好。咱家男娃女娃都一样金贵，英宝也是我亲孙女，以后别人有的她也必须有。他这是在提醒3儿子，别以后亲生子女出生就忽略了英宝。您放100个宽心吧，英宝是我的长女，这底下的弟弟妹妹都只能敬着爱着，这等她长大了，那我还要给她寻个好婆家呢。净说些没边的蠢话，现在她才多大呀，快滚吧。江三郎麻溜滚了，牵小鹿回到家，将它拴在堂屋桌腿上。爹，你给我把小鹿牵回来了。你爷爷把小鹿送给咱家了，让我闺女把它养大，以后卖了钱给你买布做花衣裳啊。哇，真的吗？英宝乐了，欢乐地摸摸小鹿脑袋。我一定要把你养肥肥的，弟弟吃肉肉。小鹿惊恐后退，原来这个可怕的人类幼崽。这一夜，英宝又做梦了，他站在一片浓雾里，面前又出现那本书，书页无风自动，直接翻到第3章。英宝不敢迟疑，连忙凑上去观看，哪知没看几章，书本又化为纸碟飞去。这回英宝敢确认，这本书里描写的人物就是西陈村陈昌平一家及县城韩姨妈一家，除了没有英宝这个名字，其余都一一对应。点个订阅吧。起床吃饭了。娘，爹呢？你爹天不亮就去你大伯家了，今儿他们去赶集，不能吃。胡乱吃好早饭，英宝赶紧跟阿娘招呼一声，一手拎着小竹篮，一手牵小鹿去外面遛弯。小鹿明显比昨日行动灵敏许多，臀部的伤似乎结了痂。英宝，你放鹿
是啊，元宝哥哥，你这么早就去上学了？元宝点点头，上前抚摸露背。元宝哥哥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学堂吗？夫子不让。我就在外面，我不进学堂里面。夫子会打你手板子的。英宝，见小堂妹不开心，元宝犹豫了一下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要不你远远看一眼，不要靠近。好啊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元宝挠挠头，只得跟上。村学是陈氏家族办的私塾，开始主要是给陈氏家族的孩子开蒙，但它也是周边村子唯一的学堂，所以只要交束修，外姓的孩子也可以入学。英宝牵着小鹿在离村学5丈远的地方停下，元宝依依不舍离开。别乱跑啊，等我下学。元宝哥哥好好念书哦，下学教我认字，我让小鹿陪你玩。好。元宝严肃点点头，转身毅然决然往学堂跑去。回到家，英宝满头大汗，累得不行。去哪儿皮了？琛娘从厨房出来，看到闺女四仰八叉的摊平在凉榻上，摸摸她的额头。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暑了？哎呦，早上起太早，困的。我看呀，你是在外头也累了。哎呀，快睡吧，等睡醒，娘切卤肉给你吃。昨日他家分到一块鹿肉，早早的被他炖在锅里，今儿再用酱料卤一卤，又酥又烂。英宝抱住阿娘的胳膊不放，娘也睡。琛娘无奈，只好陪闺女躺下，拿蒲扇一下下的给她扇凉。傍晚时分，江三郎回到家，将800钱交给了妻子。点个订阅吧。元宝哥哥真厉害。给，这个是麦路分的。哎呦，这么多。那是，这里还有70几文零头，就搁我这儿了。赶明儿去镇上再买几只老母鸡，给你做月子吃啊。还早着呢，急什么？哎呀，不早了，这姨婆都说了，要早早的预备。江三郎扭头没看到闺女。英宝呢？去大哥那边了，说是要跟元宝学识字。是咱闺女能耐了呀，她才几岁呀，就这样好学了。那英宝前些日子就学会好几个字了，还用树枝写给我看过呢，有模有样的，比元宝写的还中规中矩。真的？那等他回来我得考考他。夫妻俩闲话一会儿，见时候不早，江三郎起身去大哥家接闺女。这会儿英宝正在看元宝背诵三字经，小鹿躺在脚边安安静静的睡觉。比他三叔小时候强，老三脑子虽灵光，但他不用在读书上啊。啥呀，你夸就夸，干啥夸一个踩一个呀？江老汉咳一声，讪讪的别过头。偏屋内，我背完了。哇，元宝哥哥真厉害，明日一早我还跟你去学堂，小鹿给你牵着走。好。江三郎这时进了屋，朝闺女招招手。英宝，赶紧回家了。英宝应一声，牵起小鹿，跟老爹往外走。英宝，明日还来大伯家替元宝读书。英宝10000个答应，因为他马上就能光明正大写字啦。日月交替，如白驹过隙，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。英宝种的苹果苗已经长至8尺高，江三郎和妻子都啧啧称奇。家里小鹿也长大不少，被取名悠悠。秋收后，江三郎买了2只老母鸡，1只公鸡，在英宝的精心投喂下，后2只老母鸡也开始下蛋，每鸡每日下1枚，还都是双黄。三郎，你说奇不奇？你买回的都是不下蛋的老母鸡，可英宝喂着喂着就下蛋了，这回回都下双黄蛋。江三郎无言以对，但他不能承认自家闺女有神奇之处。点个订阅吧。你是说自己跟老母鸡一样，也要下双黄蛋了？胡说啥呢？没个正形。江三郎却认真的凝视妻子。春娘，这我咋瞧你越来越好看呢？都是黄脸婆了，有啥好看？爹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快来快来，我有话对你讲。英宝想跟爹说什么？爹，昨夜我做了一个梦。你呀，是不是做噩梦了啊？我梦到娘今日晚间便要生弟弟，还流了好多好多的血。爹，你赶快去请姨婆来家吧。江三郎一愣，下意识觉得闺女之梦荒唐，忽然想起妻子的预产期快到了，而上次闺女儿也这么笃定，说她娘肚子里有弟弟，可见闺女有几分灵性。好，我这就去镇上。江三郎急急的去东屋查看下妻子，见她毫无异样，稍松口气。
春娘，我去镇上了，你在家歇着，别乱走啊。这么早去镇上做什么？天都没亮呢。这马上就亮了。江三郎转身出了屋，英宝见爹爹行色匆匆，连忙朝他叮嘱：爹爹，雨天路滑，你路上小心些。姨婆年纪大了，走不了泥泞。不如你去村正爷爷家借个驴车吧。好，知道了，爹这就去。你在家呀，跟着你娘，别乱跑啊。说完，冲进雨幕。江家大嫂周氏很快打着油纸伞过来，手里还拎着一罐刚煮好的白米粥。大伯娘，英宝，怎么起这样早啊？你娘呢？娘在屋子里，马上就出来了。那伯娘去看看。英宝见大伯娘来陪阿娘，安心不少，带上老爹请人给他做的小斗笠，带小鹿去院子外头放屎尿，放完鹿用破布给他擦干身子。英宝又开始铲鸡罩里的鸡粪，清理干净鸡粪又清扫一遍，灶房这才能进人。哎呦，你这小闺女真是勤快，我还准备让你大妮姐来做呢。平时都是爹娘做，今日爹爹出门了，阿娘不方便，我才收拾一回。英宝，大伯娘带了粥，还热着呢，过来跟你娘一起吃点垫垫。谢谢大伯娘。不让出门，我不出门便是，怎么还劳烦大嫂带粥饭过来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大伯娘，你先去吧，我一定看好娘。今儿一早啊，三郎就过去交代，说你恐怕要生了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正好早上煮了粥，想你身子不便，外头又下雨，万一滑倒了可怎么办？所以就带了点过来。哪里就要生了？不过这2天肚子确实一阵紧一阵松的，也不知是不是娃娃踹的。周氏给弟妹和英宝各盛了一碗粥。你呀，这哪里是娃娃踹的，分明是开始发动了。哎，亏得三郎机灵，一早就去请韦婆了。哟哥，我明明我肚子不痛啊。周氏将筷子塞进了他手中。肚子真痛了，那是孩子快出来了。你这样的是开始宫缩了呀。雨还在下，英宝站在门口望眼欲穿，始终没有看见老爹回来。大伯娘，我爹还没回来。要不要请人去镇上瞧瞧啊？周氏也有点急，三弟妹肚子越抽越紧，恐怕今夜就要生了。英宝，你在家看着你娘，我去叫你爷爷奶奶，让他们拿个主意。大伯娘，你先去吧，我一定看好娘。周氏打着伞回到家，立刻将春娘的情况告诉了公公婆婆。哎呦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的，让老大去西村请吴四婶来，不管三郎回不回，咱们总不能干等着啥也不做吧？再让老二去镇上瞧瞧，三郎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呢？好的娘，我这就叫大郎去请吴四婶。于是江大郎匆匆地赶往西陈村，可刚走到石拱桥，就遇到赶着驴车回来的三弟。这下也不用去请吴四婶了，因为江三郎将张姨婆请了来。是夜，英宝躺在西屋炕上，闭眼聆听东屋那边的动静。先是阿娘一阵阵呻吟声，没多久，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响起。又等了片刻，另一道婴孩哭声传来。哟，2个小子呢！三郎，明天去亲家报喜，你可要放20个红鸡蛋喽！20就20。哎呀，英宝捂住了脸，眼泪簌簌而下。他又能见到弟弟了，这辈子自己一定要护好他们，不让爹娘早逝，不让弟弟落得难看下场。点个订阅吧，快跟爹去瞧瞧你弟弟。哎，走，看弟弟去喽。江三郎举着油灯进来，喜滋滋的抱起小闺女往东屋去。奶奶、大伯娘和姨婆都在。哟，长得一样呢，瞧着眉眼长长的，长大一定是个俊后生啊！好可爱呀！爹爹，谁是大弟，谁是小弟呀？江三郎指着一个脸盘稍圆的婴儿说：“这个是小弟弟，那个是大弟弟。”英宝嘿嘿的直乐，真好。小弟弟小脸红扑扑的，一看就很健康，以后肯定跟大弟弟一样聪明。前世小弟弟因为出生时窒息，甚至有点憨傻，一想起曾经种种，英宝就忍不住泪目。转眼1月已过，双胞胎满月了。江三郎给2个小儿举办满月宴，宴请亲朋前来吃酒。三郎，恭喜啊！没想到你小子不生则已，这一生生俩儿子，哎，这叫啥来着？厚积薄发，一鸣惊人。谬赞。快请屋里坐，马上开席了。好，你忙。屋内，英宝守在2个弟弟的摇篮旁，拿一根拨浪鼓转动给他们看。小鹿悠悠则乖乖地躺在他脚边，大妮儿、二妮儿和元宝也围在摇篮旁。这个是我大弟，叫江杰，
这个圆圆的小脸的是我的二弟弟，叫姜武，好可爱哟。可是他们脸都一样圆啊。笨，明明一个圆脸，一个不怎么圆。就是。没会儿功夫，摇篮里的江杰开始不耐烦，晃着脑袋吭吭哧哧哭。接着小姜武也跟着哭。两小只一哭，三姐弟慌了神儿，赶紧的去叫三婶来。不哭，小杰和大武是不是饿了呀？别着急哦，等阿娘来了，你们就有吃的啦。春娘匆匆的赶来，吃饱喝足，两小只乖乖的睡熟。你呀，带孩子歇着吧，刚出月子，别累着了。外头的事儿用不着你，有你大嫂和二嫂呢。那好，我就躺一会儿，灶房那边麻烦大嫂二嫂操持了。英宝啊，也出去跟哥哥姐姐们玩吧，弟弟有你娘带着呢。好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喂，不能乱摸他的屁屁，当心被悠悠踢到哦。如今悠悠已经不是当初的幼鹿了，她长得非常的高大，比寻常山鹿整整大出一圈。孩子们赶紧的缩回手，叽叽喳喳围着悠悠打转。你就是英宝。英宝不用扭头就听出说话的女人是谁，她的生母韩菊娘。英宝害了一跳，装作没听见，转身跟元宝说：元宝哥哥，我去你那儿看书可行？行。见英宝要走，女人上前几步拦在面前。你是英宝对不对？你知道你亲爹娘是谁吗？我亲爹娘是江三郎许春娘，你是谁？干嘛拦着我？不，他们不是你亲爹娘。英宝不等他说完，拉起元宝就朝大伯家快跑。哼，坏女人！韩菊娘顿时呆愣当场。英宝一口气跑进大伯家，见堂姐堂哥悠悠都跟过来，连忙让他们关上院门。英宝捂着胸口，气喘吁吁，脑子有些混乱。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早就赶过来？英宝干嘛骂她呀？她敢挑拨离间，就是个坏女人。哦，要不我们去找三叔？暂时不去。今日弟弟满月，家里那么多客人，他可不能给韩氏在众人面前挑明的机会。那他要是还在外面怎么办啊？坏女人不在外面，我出去看看她走没走。你去吧，千万别跟他说话，也不要喊人。好嘞，我就远远看一眼。韩菊娘站立很久，望着热闹的江三家，心里嫉妒又怨恨。为什么双胞胎儿子不是自己生的？凭什么他个外来户能这般好运？哟，这不是陈二嫂子吗？是来贺喜的吧？怎么不进来呀？我就路过。韩氏说罢，转身就走。半途遇到几个村妇，正在说着江家的八卦。也不知道英宝他亲爹娘是谁，说是以后知道了会不会后悔？你们说英宝会不会是西村陈二郎家的呀？还别说，捡到英宝的时间跟陈二婆娘生产的时间还真对得上。几个人正说着起劲儿，忽然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。哎呀，走了，我还得去江三郎家吃满月酒呢。这么好看，一哄而散。点个订阅吧。咱们把那孩子要回来可好？什么孩子啊？就是你丢掉的那个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那孩子早死了，你明白吗？陈长平说罢，甩袖而去。娘，奶奶喊你去挑水，家里水缸没水了。贱骨头，连你也来这使老娘了？你不会去挑吗？我生你有何用啊？大女儿被打得抱头哭叫，却不敢躲避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让你挑个水还打起孩子了？耍泼给谁看呢啊？刚刚嘴里骂谁呢？反了你了！贱东西，怎么不去死？打死你算了！混账东西，敢对婆婆指桑骂槐了！老二，你个不孝子，看你把婆娘惯成啥样了！韩氏见婆母真生了气，怕再惹怒丈夫，抛了手中的竹竿，垂头往灶房去，拎起2只水桶和一根扁担就出了门。你是傻了吗？啊！你娘打你不知道跑远点儿，真是没用的东西，一个个的都不省心。再说江三家，哎呀，没想到我江三有一天这也能儿女双全呢。这前2年我都准备过几个孩子了。多亏咱英宝带了福气进门，你没听外头传吗？咱英宝是上天赐给咱们的小仙童呢。快别乱说，这外头传归外头传的，咱自家可不能跟着瞎掺和。我知道，就跟你说说，也没外人听见。哎呀，我说的呀是实话，这你是不知道，今儿那陈长平的婆娘竟来了咱们家，这还在门口看了很久，两眼啊这直溜溜的，这怪膈应人的。她来干啥？那个女人啊跟咱英宝说，咱们不是她亲爹娘。这她真这么说？大妮告诉我的。英宝啊骂她是坏女人，
还跑去大哥家藏起来了。这个该死的女人，她还跟英宝说啥了？她倒是想说呀，可咱们英宝啊没给她机会。西屋，英宝深吸一口气，嘴里塞一块叠起来的金布，闭了闭眼，一狠心将手腕摁在火红的热炭上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次日醒来，英宝查看手腕，哇，吴鼎之果然是天才地宝啊！照这种恢复速度，再过些日子伤处就应该结痂了，就是不知道胎记去掉没有。喜滋滋穿好衣服，缠上腕带，下炕打开门，发现外头竟然下雪了。宝，起这么早？老爹江三郎拎着马桶往院子外头去。外头冷，别冻着了，这赶紧回屋，等会儿啊，爹就去做饭啊。哎，英宝拍拍手，一蹦一跳跑回东屋瞧弟弟。上炕来，地下冷。英宝麻溜爬上炕，坐在阿娘身边。春娘，这大哥二哥准备雪停了，去南山猎兔子呢，你看我去不去啊？雪不是还在下着吗？等停了再说。哎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做饭。你和闺女想吃点啥？你随便做，我这奶呀有些不够，要不弄点鱼汤吧，再给英宝煮个鸡蛋。好，今早啊就吃鱼汤面，再给你和闺女啊煮个鸡蛋。江三郎伸头瞧了瞧儿子，这才转身出去。英宝眨眨眼，爬下炕也跟着出屋。来到灶房，英宝主动坐在灶台后帮忙烧火。爹爹，咱家是不是没有鱼了？江三郎找了一圈，果然没找到鱼。是没有鱼了。那要不给你娘做个鸡汤面吧？说着，动手舀面粉和面，准备擀面条。爹，吃过饭，咱们去河边钓鱼好不好？行，回头啊，我去你大伯家借个抄网。估计啊，啥也钓不到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对，我闺女说的对，这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对不对？吃过早饭，收拾妥当，江三郎正准备出门，就见小闺女噔噔噔跟着来了。爹，你带我去嘛？不行，外头冷，而且啊，这河边滑，掉河里咋办？我要去，说不定我比爹爹会钓鱼呢。你个鬼丫头！好，带你去，不过到那里了得听话，不许乱跑啊！江三郎背着背篓去大哥家借了抄网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们这么分没问题吧？我同意，大鱼是冲英宝来的，没有大侄女，咱们也捕不到这么大的鱼啊。三郎，你说，哥哥们都听着呢。我这人呢说话直，大哥二哥啊千万担待些。但啊，这事关我闺女，我不得不有言在先。咱们哥几个呢是自家人，说话呀没什么顾忌，但在外面呢千万别说大鱼是冲英宝来的，你们侄女还小，我怕呀有人编排什么不好听的传出去了。明白了，提醒的对，我都忘了这一茬，以后哥哥们都会注意的。二哥，我就在你们面前说一说，不会在外头提一句。三郎，你放心。好，那弟弟多谢哥哥们体谅了。这算啥体谅不体谅的？倒是给咱们提了个醒儿，回头我就交代二小子一声，让他不要出去乱说话。好。揣上钱回到家，江三郎立马将事情始末说给妻女听，还把属于闺女的那一份钱拿出来交给他。哎呦，英宝乐滋滋的收了。你们说这江家哥几个咋就这么好运呢？先是录到玉群，猎到3头鹿回来，这会儿又捕到鲟鱼，这嫩大一条，那是大江大河里才出现的吧？咋就跑到咱们这四不像的小川河里了？还不是江家有个小仙童呗，运气当然好啦。你别说啊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看江三那婆娘10年没怀，这刚捡了英宝没几个月就怀上了。这不服都不行，江家算是发了。就是小仙童也该惠泽旁人了。所谓雨露均沾嘛，总不能一直纳一家降福吧？就是，你们都省省吧。仙童吃你家饭了，喝你家水了，还是穿你家衣裳了？别一个个的都做美梦了啊！哎呦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你们聊吧啊，我回家去了。有人被这话一激，马上想歪，一拍脑袋，拔腿就跑了。于是某天，英宝牵着悠悠出门的时候，刚走出大门没多远，就被3、4个孩子围上。他们二话不说，每人塞给他一块石头。点个订阅吧。冷不冷？我不冷。英宝每天都吃一把无顶枝再出去，身体暖融融，一点都不怕冷。娘怎么觉得你长高了？真的吗？嘿！英宝跑到墙边站定，用手比了比上次的印记。果然长高了。我宝儿长得真快。春娘放下手中活计，凑身过来，让娘看看，要不要把袖子朝外放放？
不用翻，不用翻，这样正好。先前袖子有点长，做事总不方便，这下刚刚好。说着，转身跑出了屋子。我去帮爹爹烧火喽。去灶房一看，老爹已经把饭菜做好了。一家三口吃完饭，江三郎又去刷锅洗碗烧水洗漱，直忙到天黑才结束。英宝躺在炕上，一点点揭掉手腕上的黑痂，腕处烫伤已完全长好，肌肤平滑，只余淡淡的粉红。上次烫的那样深，竟没有完全去除。吹熄油灯，进入洞府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三叔，啥事儿啊？三叔，您快去看看吧，二叔发烧不退，今早咳嗽了。啊，这好端端的怎么就咳血了呢？昨儿看着不挺好的吗？不知道嘞，昨儿我听到二婶和二叔吵架来着，他家晚饭也没做，二妮和虎子都是去咱家吃的。江二郎离两兄弟家不远，中间只隔了几户，叔侄二人还没到，已经听见冷氏的哭嚎声。你爹咋样了？我爹昨日喝了药就好了，就是还有点咳，今早起来吃了2大碗米粥呢。江三郎放下心来，二嫂，外头冷，赶紧回屋吧，这别冻着孩子了。冷氏一见江三郎，哭得那更大声了，边哭还边数落着，说自己命苦啊，嫁个男人也没用啊，连累孩子受罪呀。江三郎见他越说越不像话，气得扭头进了屋，就见爹娘和大嫂周氏都在。三郎，回头送你二哥去镇上看看，你大侄子已经去借驴车了。二哥，你怎么样？胸口难受，没力气。你为二弟喝点粥吧，昨儿他饿了一晚，能有力气吗？唉，来，先喝点粥暖暖。等会儿啊，带你去镇上。不一会儿，大侄子江成赶着驴车到了门口，把这个带上，给这么好看，病用。点个订阅吧。怎么样？不太好。那郎中怎么说啊？郎中说是肺疾，开了药让先吃着，等一剂吃完了再去瞧瞧。我早知道就不让二哥跟着去捕鱼了，这他身子本来就弱，被这么一累一冻的，你不让就不让啊，兄弟几个一起挣钱，说把他单独撇开，岂不让人说嘴啊？况且二嫂那人你也是知道，性子最是古怪不过，到时候还不闹得人人不得安生。不论如何，二哥是跟着我们捕鱼才受的寒。以后他的药钱啊，我和大哥各出一半。这次二哥去看病，二嫂一文钱都不拿，还是娘给了1贯。那咱家出多少钱啊？一剂药800多钱，还不是顶好的，估计啊得2、3贯吧。这一副药竟然要这么多？往常伤风咳嗽不都是20、30文一剂吗？药里啊有参片跟阿胶，郎中说二哥这病啊得慢慢温养，这人参和阿胶必不可少。春娘，这次二哥病情危重，我与大哥不能坐视不管，所以你多担待些。我知道，那要多少啊？暂时不急，3天后请郎中来复诊时，你再取1贯给我。好。2天后，江二郎病情不仅没有起色，反而越发严重。老二啊，你咋样了？我的儿啊，有哪里不舒服，跟娘说呀。此时江二郎眼眶凹陷，抖动嘴唇，说不出话来，只看着爹娘默默流泪。二郎啊，你好好的喝药，我这就让你三弟去镇上请郎中，乖儿别怕啊，你会好的。江二郎无力点点头。二郎啊，没事的啊，你就是受寒发热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过几日就会好了。江二郎眼泪汩汩而下，低低嗯一声，偷偷跟进来的殷宝见状，心里也很难受。他溜到小桌旁，趁大家都没注意，悄悄将一大把已经捣成汁的无顶汁放进了药碗，拿起勺子搅了搅，脑袋忽然被人拍了一下，吓了他一跳。别淘气，走，赶紧回家去。二伯伯会好的，爹爹，你给他好好喝药呀，别弄洒了。爹知道，宝儿，回家告诉你娘，等会儿啊，我要去镇上一趟，让他递1贯钱过来啊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祝你们家好心，一个个黄鼠狼给击败你，我的命好苦啊。英宝皱了皱眉，这二伯娘还真是不懂道理。英宝心里厌烦，迈开小短腿出了大门，就见二妮儿站在门口抹眼泪，3岁的虎子蹲地上玩雪。那给你吃，甜的。虎子接过鼻涕就咬一口，连皮儿啃得喷喷香，好吃。英宝揉揉鼻子，回到家跟阿娘收了老爹的交代，爬上炕逗弟弟玩。吃娘开钱箱，取出1贯钱，匆匆出门给夫君送去。翌日，昨儿个夜里啊，二哥睡得很沉，这都没怎么咳嗽，今儿一早竟然退热了。真的呀？哎呦，这太好了，二哥这是要好了吧？应该是。哎呀，还是昨日开的药管用，
这吃了一顿就有起色了。哎呀，就是太贵了。春娘没接话。中午，江三郎在二哥家院子里用药罐熬药。宝儿吃过饭了？阿娘让你也回家吃饭。冷氏这里可不会准备老三的饭，她甚至都不愿给丈夫熬药。好，等你二伯喝完药啊，爹就回家。江三郎说着，揭开药罐子看了看，见差不多就撤了炭火。宝儿，你先回去，爹马上也回来啊。我等爹爹一起。好，那你不许淘气啊。宝不淘气，宝要看望二伯伯。英宝蹦蹦跳跳地跟在老爹身后，跑进了二伯住的西屋。爹，娘带弟弟去舅舅家了，他说外婆婆不舒服，去看一眼就回来。知道了。英宝诧异，二伯娘冷氏竟然在这种时候带着虎子回了娘家。来，二哥，该喝药了。江三郎将药碗放在小桌上，回头瞪一眼小闺女，眼神警告她不许乱动药碗，这才去扶二哥起身。英宝他还什么都没干呢。二妮姐，咱们去大伯家找大妮姐好不好？英宝自知现在没可能将吴鼎之偷加进药碗，只好退而求其次。不去，我要照看爹爹。英宝撅起嘴，蔫蔫地走出屋子。二哥，你先睡会儿啊，我呀回去一下就来。宝，过来，跟爹回家了。这么好看，爹，点个订阅吧。二伯吃饭了吗？咱们要不要给他送饭呢？已经吃过早饭了。江三郎抱着闺女往家走。中午啊，你大娘会煮粥送过来的，不用咱们家送啊。哦。回到家，见老爹去屋里吃饭，他噔噔噔往大伯家跑去。英宝，书都放在桌上，你自己去看吧，我要去踢球了。大妮姐姐呢？在灶房烧火呢。说着，元宝已经跑远。灶房，大妮儿姐果然在烧火煮粥。大妮姐姐，你在煮粥吗？是给二叔煮的。哦，那过会儿你要给二伯送去吗？等煮好就送去，回头我给你留点儿。不要，我已经吃饱了。我帮你盛粥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小心些，别弄洒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弄洒的。不一会儿，粥煮好，英宝怕大妮儿反悔，立刻将竹勺抢在手中，站上了凳子。大妮儿，英宝避开大妮儿异样的眼神，用竹勺一下下舀粥。你小心些。英宝趁机将半碗的无顶汁倒进了罐子里。英宝，你赶紧下来吧，别摔着。立刻用碗盖上罐子。我去二叔家，你要不要一起？要的。于是大妮儿一手牵着小堂妹，一手拎着粥罐，来到了二叔家。二伯伯，起来吃粥喽。二伯不饿，暂时不想吃。二伯伯，你要吃了粥才好得快呀。大妮姐姐好不容易才熬好的呢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大妮姐姐会伤心的。大妮儿就无辜躺枪。好，大妮，给我盛半碗吧。就这样，江二郎勉强吃了半碗粥，又躺下睡了。又一天，英宝一早起来就在碗里打一只双黄蛋，再搅拌一些无顶汁糊糊，和池水进去，放锅里蒸好，再送去给二伯伯吃。一晃数日，江二郎身体渐好，已经能下床四处走动。点个订阅吧。你们快给评评理！这个江流氏，那当初把他儿子夸的是千好万好的，结果是个病老鬼，他想拿他这儿子拖死我们全家呀！哎呀，这还是不是人呐？哎呀，告你们骗婚！哎呀，我这苦命的闺女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二弟妹他娘来咱家闹腾，逼二弟跟他闺女和离，还说咱家当年隐瞒二弟病情，要咱家给他30两银子补偿。30两？那二哥怎么说？二郎被气倒了，我去看看。江三郎迈步进了院子。二郎啊，别生气，你的病已经好了。今儿李郎中都说了，只要再养些日子，就康康健健。好孩子呀，你可别再吓娘了。江三郎见二哥被曹婆子气成这个模样，不由得攥紧拳头，一转身出了屋。娘，儿子让你操心了。娘不操心呐，娘只要你好好的。儿啊，你千万想开一点儿啊！娘，既然冷家想和离，就和离吧，但要我拿30两是不可能的。冷是知道家里情况，咱们弟兄几个已分家，没道理我和离还要爹娘与兄弟几个替我掏银子。这次生病，
冷氏的表现彻底寒了江二郎的心。第二天，江二郎出面跟冷家人说，他同意和离，但要求冷氏将儿子虎子带回来，两人面对面商谈和离事宜。于是冷氏在下午带着虎子回家，俩夫妻在桌子两旁相对而坐。你一定要和离吗？冷氏默不作声。是因为我的病，可我已经好了，李郎中都说了，我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冷氏依旧垂头不吭声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说出来，咱们一起商量商量。二郎，我的难处就是嫁给了你，这些年我过够了穷日子，你放过我，咱们和离吧。好吧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种票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宝想要哪一个？不要。几人呼呼啦啦的挤在人群中，各自去看稀罕玩意儿。江城、江泉兄弟俩一晃就没影了，急得江三郎大声的叫喊：哎，你们两个别走散了，回头啊，我在外头等你们一起回去啊。知道了，三叔。爹，咱们去那边看头花吧。好。于是父女俩开始逛路边摊，最后英宝出钱买了2对彩绢做的头花，3对精致的雕花木梳，还有1杆铜头旱烟，一堆木头做的小玩具，一共花去他180文。父女俩一边逛一边买，忽然居高临下的英宝看到一个破衣少年，黑黢黢的柴火上似乎长着几朵金黄干酥的菌儿。爹，快过去，到那边去，那边。宝，咱买的零食太多了，这不好拿了。哎呀，我不要零食，爹你快放我下来，我要去看看那个。江三郎只好去路边放下背篓，顺便坐石头上歇歇脚，再等等2个侄儿。哥哥，你卖柴吗？多少钱呢？3文。那你帮我送回家要多少钱呢？你家在哪儿啊？东城村。哦，东城村啊，送到东城村5文。那好，等会你跟我走吧。这个是买柴的钱，先给你。少年点头，攥紧手中铜钱。宝儿，快过来，你堂哥来了，咱们回家了。嗨，咱们回家了，你快跟上。少年二话不说，矮身飘起柴火。哥哥，你这是在哪儿打的柴呢？在石塔山。石塔山在哪儿呢？在北山西面。哦。英宝舔一下手里的糖人儿，想了想，从衣兜掏出2个荸荠塞给他。给你吃。谢谢。英宝目送少年扛着扁担远去。英宝站那儿干啥呢？我在找地方堆柴火呀。张三郎摇摇头，也不管小闺女了，反身去整理带回来的东西。再说英宝蹲在柴火旁一根根查看，哦哟，竟捡出4根长着金耳的木柴。爹，你快看看这是啥树呀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爹，你快看看这是啥树呀？这个是桑树。我知道啦。英宝抢过树棍又跑了。江三郎无语，摇摇头，端着一盆麦子出了门。英宝将几根桑树棍抱回自己屋子，瞬间进入洞府，将手中的桑树棍浸在池水里泡了一会儿，取出来插在土地里。出了洞府，英宝开始整理买回来的礼物。大年30，江大伯家准备好年夜饭，江二郎带着1双儿女，江三郎抱着双胞胎儿子，真娘一手牵着英宝，一手提着1筐礼物，一起来吃年夜饭。大伯、二伯和我爹都没有，大哥哥和二哥哥也没有，你们都是大人了，不能玩玩具喽。没关系，我们不玩玩具，我们又没成亲，怎么就是大人了？英宝，你偏心，你偏心。你们都快成亲了，大伯娘都给你们1000了。呵呵，众人哈哈大笑。江老汉和江刘氏第一次收到孙辈的礼物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儿。乖宝啊，收好喽，阿奶给你的压岁钱最多，不给别人看到哦。嘿，英宝笑着点头，将钱塞进了衣兜。元宝噔噔噔跑进来，一脸警惕地望着阿奶。元宝，来，阿奶呀，也给你压岁钱。元宝顿时笑开了。一家人欢欢喜喜吃过年夜饭，给孩子们分发完压岁钱，让他们回去睡觉，男人们则留下守岁。英宝这一觉睡得不踏实，还做了个梦。忙忙碌碌中，1个正月过去。这天，英宝带着悠悠和大妮儿、二妮儿去野地捡地皮菜，走进一个小树林，趁2个堂姐没注意，从洞府取出2朵金耳放在篮子里。英宝，这是啥？金耳朵。啥金耳朵？你在哪儿采的？不会有毒吧？在树林里采的，没有毒。悠悠喜欢吃，咱们也能吃。悠悠转过头看过来，眨巴着大眼，一脸无辜。大妮儿拿起金耳放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咦，
有点香。二妮儿也拿过来嗅了嗅，皱皱鼻子，将它放回去。不好闻，这是药材，很值钱呢。两个小姑娘不置可否，这么带着小好看堂妹回家，点个订阅吧。咱们煮这个吃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谁告诉你能吃的？宝啊，这不认识的东西吃了会中毒，咱可不能瞎吃啊。这个是金耳朵，西村的老婆婆说金耳朵可值钱了，城里卖几10两银子一匣子呢。啥？西村哪个老婆婆？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春娘自动脑补到西村五角姨她娘，也就是接生普二吴四婶的婆婆。真这么值钱啊？娘，要不让爹爹拿去镇上药铺看看，万一真的很值钱呢？可就2朵，我还能找到好多呢。这么多。真的？他娘跟你一起去看看。不用，我现在就去拿。说着噔噔噔跑出院子，一溜烟的钻进门口小树林，不一会儿又抱着2根桑木棍跑出来，交给了春娘。这等你爹回来，让他先拿去给西村吴阿婆看看，是不是真的很值钱。不要，咱们还是去镇上吧，李郎中肯定比吴太婆懂得多啊。春娘一想也对，点头同意。随后春娘将1朵金耳切碎，炖罐子里，炖好以后先喂点给鸡吃，观察半天，见鸡毫无异样，才自己尝了尝，等半晌没有不舒服，才允许闺女吃。好吃。让爹爹明日拿去镇上药铺看看，若不行就去县城。哼呐，等你爹回来，娘就跟他说。傍晚，江三郎赤脚从地里回家。这是什么粥啊？是金耳，宝儿采到的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味道不错呀，这滑溜溜的，喝进肚子里暖乎乎的。这东西可值钱了，西村阿婆说县城药铺卖好几10两一匣子呢。这真的？西村哪个阿婆说的？一旁的英宝，所以说一个谎话真需要无数个谎话支援呐。点个订阅吧。确实是金耳，上好的滋补珍品。你家二郎是不是曾经吃过这个？李郎中还惦记江二郎的肺疾是怎么好的？没有，这东西是我最近才找到的。这昨晚呢，只煮了点尝尝，感觉味道不错。又听说这东西，能卖钱，所以啊，就拿来给您瞧瞧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这确实是金耳，只不过老夫也是第一次见到新鲜的，没想到咱们这个小地方也能产出如此珍贵的药材。不过若售卖的话，须得烘制干燥才行啊。江三郎闻言有些失望，这鲜金耳若是连着树干，或许1-2天内也不会坏，倒是可以带去县城看看。感谢李老指点迷津。说着用小刀割下2大朵金耳送给李郎中。这东西珍贵，老夫可不能白拿。这样吧，老夫有个快速烘干药材的法子，你可以回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用来烘干金耳。那感情好，多谢赐教。李郎中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大概模样。老夫年少时曾跟师傅学过烘焙雪耳的办法，估计跟金耳差不多。江三郎认真聆听李郎中的讲解，从药铺出来，他直接回了家，将李郎中的话跟春娘说了。李郎中还说了，只要咱们能找到更多的金耳，若烘干后的品相不错呀，他可以按10贯1斤收购。哎呦，真的？宝儿啊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明儿娘跟你一起去找找。在树林里，不过那里应该没有了。春娘微感失望，但是咱们可以种啊。英宝指着2根桑木上的金耳，就用这些当种吧。咱们找点枯桑木回来，在上头挖几个洞，将金耳根部分开，种在枯树上啊。这样真的可行？这应该可行，听闺女的，咱们就种种看。说干就干，江三郎立刻上山捡了好些枯桑木背回来，种好金耳，再撒上水，将桑木放置在新搭建的竹棚内，等待出菌。点个订阅吧。英宝啊，在树林里捡到的金耳，今儿啊被我拿去卖了，这得了4贯多钱。4贯多？那个金耳莫非金子做的？怎么这么值钱？比金子还值钱呢！我又育了一批，如今啊也才冒芽，等长熟了，我就将金耳根呢分给大哥二哥一些，教你们也育点。江大郎、江二郎欣然点头。4月梦下，李老伯，我这又烘了一些金耳，您看看能收不？
拿来看看。江三郎将背篓放在柜面上，揭开上头的麻布。三郎，你从哪里寻这么多金耳啊？不是寻的，是自家种的。怪不得，难怪个个都差不多大小，颜色也这般纯正。三郎这是下了不少功夫啊，制得不错。若好好保存，可1年不坏。得找个东西密封起来才行。扭头吩咐小孙子，让他去拿2个八斗过来装金耳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小孙子一溜烟跑去后堂，一共3斤整，按10贯一斤算，应该付给你30贯钱。三郎是要铜钱还是要银锭啊？银锭吧，就要银锭，方便携带。李郎中也笑了，让小孙子过来放金耳，他去后院取银子。这次他拿的是5两的银锭，一共6锭。李老婆，我家里还有一些金耳呢，您还要吗？啥？还有啊？我家这次种的多，今儿拿来的不过4成。三郎，实不相瞒，老夫收的这些金耳也只暂时存放，毕竟食用汤补多数在秋冬2季，现今老夫只能收这么多了，再多的话也没有现银支付。要不你送县城大药铺看看？哦，明白了。多谢李老伯提点。回到家，江三郎有些闷闷不乐。怎么了？李郎中的药铺收不下这么多金耳，这看样子明日我要去县城一趟了。爹，我也去县城。你去干啥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爹，你就带我去嘛。好，带你去。江三郎抱起闺女，对妻子说道：我到前院找大哥二哥商议一下，看看他们明日有没有空，咱们哥几个一起行走也安全些。那好，你去吧。可你真要带宝儿去啊？那路上多不安全啊！要去的，爹答应带宝儿一起去了。淘气，宝儿难道不要弟弟了？要弟弟，宝儿从县城回来，带好吃的给弟弟，也带给娘。琛娘，就让他去吧，到时候将大成也带上，让他背着宝。娘放心，宝儿不淘气，宝儿可有用了。那你可得听话，不能乱跑。县城有坏人会偷小娃子，特别像你这样的奶娃娃。宝儿不乱跑的。第2天，掌柜的说这个最容易刻画，是可以给小娃娃吃的。娘也吃。还是我宝儿最好。你爹跑一趟县城，啥都没给咱娘仨买。爹给娘和弟弟买布了，可好看了，一会儿就搬回来。江三郎不仅给自家买了布，也给他爹娘跟大哥大嫂侄子侄女买了，二哥一家也没落下。果然没一会儿，江三郎抱着3匹布进了屋，布匹上还放着给英宝的2本书，1本字帖，1摞纸，2支毛笔及1个砚台，几根墨条。放下东西，从腰间布袋里取出3锭银子，递给了妻子。我跟爹娘他们说了，等过几日去窑厂订一批砖瓦，等夏收过后，咱们就翻盖房屋，再把院墙砌起来，以后就不怕被人偷摸进来了。前几天，不知哪个混蛋小子竟在半夜偷偷溜进了竹棚，偷了1根桑木上的金耳。爹，不要盖房子。宝，为啥不要盖房子？咱们住大房子不好吗？不要，这么好看，万一发大点个订阅吧。咱们不要在这儿盖房子，去南山盖吧，那边不会发大水。江三郎有点吃惊，宝儿怎么知道会发大水啊？我做梦梦到的，这里会发大水，把村子都淹了，还把房子给冲倒了，连村正爷爷家的房子也倒了呢。村正的房子可都是青砖青瓦，普通水患根本不可能冲垮。宝，这些事儿你跟别人讲过没有？英宝摇了摇头。那你以后也不能跟别人说，知道吗？英宝点点头。告诉爹娘，啥时候会发大水？不知道。江三郎宝儿那你跟娘说，为啥要去南山盖房子？去南山盖房子，咱们可以在那里种好多好多的苹果树啊，小鹿也有地方吃草，咱们可以把房子盖得大大的，再把院子也盖得大大的，爹爹种金耳也就有地方啦。江三郎挠挠额头，心里竟觉得这个闺女说的有道理。春娘，咱们要是去南山盖房，真的能行？这会不会太偏僻啊？春娘拧眉，她也没注意。若是大哥跟二哥也去那边盖房子就好了。
居住的人一多，安全问题得以解决，南山无疑是最稳妥的居住地。要不明天我就跟爹娘大哥他们商量商量。宜家盖房不是小事儿，自己不仅要征得爹娘的同意，还要村正点头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一早，没等江三郎去前院，江大郎、江二郎与江老汉就扛着桑木段来了。三郎，今日能分猪了吗？啊，行。赶紧带着哥哥进了猪棚，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分猪栽种，如何洒水。江大郎分种100株，江二郎也种了100株，江老汉只种20株，想给自己挣点零花钱。忙忙碌碌中，一天就过去了。江三郎忙活2天，竟把自己要去南山盖房的事给忘记说了。这会儿自家的300朵金耳已经分种完毕，正准备去前院与爹娘哥哥们商谈一下，就见陈村正背着手站在他家院门口。这么好看，陈三叔，点个订阅吧。陈三叔，哎，快进来坐。三郎啊，最近看你忙忙碌碌的，都忙啥呀？也没忙啥，就是从山上采了些菌菇回来种了。什么菌菇啊？哦，种了金耳，那个说是滋补品呢。陈三友伸长脖子看了一会儿，发现自己不认得。哦，倒是奇特。江三郎嘿嘿憨笑。三郎啊，种菌菇可以，但不能将田地抛了，这种粮才是咱农家的立身根本嘛。哎，陈三叔，放心吧，我家田地都种着呢，1亩都没丢。三郎啊，咱们还是抓紧去南山盖房吧。哎呦，我这些日子连觉都睡不好。要不咱们先在南山盖3间茅屋吧，这万一有大雨了，咱们就去山上避着。盖茅屋就盖茅屋，三郎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好，那我明日就跟爹娘还有大哥他们说，看他们盖不盖。你盖就盖，那怎么总扯着爹娘和大哥二哥？万一他们不同意去，那你是不是就不盖了？哪能啊，我这不是想着，若是真哪天发大水了，那他们盖个屋子在南坡这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嘛。那你还等什么明天？现在又不晚，赶紧去跟你大哥二哥说呀。我这就去。英宝不知道，因为自己一句话，竟真的让爹娘决定在南山盖房了。不仅爹去盖，还把大伯二伯也拉上一起去。这会儿他正在洞府里头忙碌，在5根桑木上种雪耳。从洞府出来，就见窗外乌云密布，已经落雨。大哥跟二哥同意跟咱们去南山盖房了，这等着雨停了，我就去请李大勇兄弟帮咱们打土坯，到了秋天便动工。吃娘抿嘴笑了，那还是盖土坯房吗？暂时咱们先盖3间土坯房，等咱们再挣些钱了，就盖砖瓦房。哟呵，这么多荸荠！二哥，你快些过来摘，这么一大堆，咱们摘不完。哦。江泉走过来，放下背篓和抄网，蹲下身摘荸荠。英宝，你怎么找出这么多荸荠？以前我怎么没看到？你只想捉鱼捞虾，当然看不到了。江泉摸摸鼻子，竟觉得小堂妹说的有道理。这么好看，二哥哥，点个订阅吧。这些荸荠咱们肯定吃不完，明天正好逢集，不如拿去镇上卖了吧。好，明日我就背去集上。我也去。他要去集上给小鹿订个皮鞍子，以后就能骑他走远路啦。啊，你去干啥？我就要去，我会自己走路，不要你背。好吧，到时候你可别嫌累。二哥哥说要带宝赶集，他竟然一个人跑了。他说话不算话，他骗宝。宝儿乖，等你二哥哥回来，大伯娘一定狠狠抽他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大伯娘刚做了马蹄糕，一会儿蒸好了就给宝儿吃。哎呦，这是咋的啦？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6瓶不到9块9，冰爽清凉解渴。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，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抢到就是赚到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。哎呦，等他回来，奶奶就骂他个臭小子，敢欺负小妹妹。大成，啥事儿？今儿你没啥事儿吧？就带你堂妹去集上转转，奶奶给你20文。在集上看到啥好吃的就买点尝尝。上回三儿子一次就给了他1贯钱，如今江流是手头宽裕的很。哦，马上就来。英宝见好就收，揉揉眼睛不哭了。哎呦，真是个乖孩子呀。江城从竹棚出来，笑眯眯问：樱桃，想去赶集？想。大堂哥带你去，正好大娘也想去集上玩，你们就一起吧。大哥哥最好了，比二哥哥好。江城笑得抱起银宝，将他放进一个背篓里背上。大伯娘从刚揭开的蒸笼里取出几块热腾腾的马蹄糕，用洗干净的芦苇叶裹上，塞在英宝做的背篓里。等凉了再吃，
小心别烫着。谢谢大伯娘，宝去集上带好吃的给大伯娘和阿奶吃。好，要好好看着你妹妹。大成知道，阿奶你放心吧。好不容易到了集镇，背篓里的英宝这会儿正踮起脚尖四处寻找二堂哥的踪影。大娘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大娘，我这可是从县城带来的水栗子，一包10文钱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您这给7文钱可不行。你个小子也太黑心了，啥东西能值10文一包啊？一包里才有20个，我瞅啊，这不过是水田里的荸荠，给你7文已经够多了。瞧您说的，水田里的小荸荠能长这么大？我说大娘，您讲点理好不好？我就剩7文了，再多也没有。老大娘耍起无赖了，拿起蒲草包的荸荠就要走。英宝让大堂哥放他下来，噔噔噔跑到二堂哥面前一叉腰，哼，你这个骗子，刚才还卖我20文一包，现在就卖10文啦！快把多的钱还给我！哼，我方才买了5包，你现在就还我50文。江城与大妮惊呆了，还没来得及说啥，就见英宝扭过头冲他们眨下眼。江泉比较机灵，一下子反应过来，小妹妹，是这位大娘一直在还价，我一直都是卖20文一包。接着转脸对还价大娘说道：大娘，要不您还是别买了，我现在还卖20文一包。啥？你小子真奸诈啊！说好10文一包，纯练就20文，不行，我偏要10文买。说罢，丢下10文，拎起一包荸荠就走。有2个旁观的见状，也各花了10文买了一包荸荠，然后匆匆走了。哼，骗子，一个人偷偷跑，更不带我。我不是怕把你弄丢了吗？别生气了，回头二哥给你买蜜饯吃。英宝哼一声，转身就去找大堂哥。他要大堂哥带他去马具铺子，好给悠悠定做一个，以后去哪里就不用别人背着了。哎，大哥哥，哪有做皮鞍的呀？我要给悠悠订一个。北街那边有一家马具铺子，不过一副鞍子可要不少钱呢。我有钱，哼哼，我有很多钱，足够订一个最好的鞍子了。江城哦了一声，不以为意。很快来到马具铺子。你家做皮鞍子吗？当然做。你们要做什么皮鞍子？配驴子还是骡马？配鹿。啥？配鹿啊！我家一头鹿想配个皮鞍子。你说笑吧？咱这里还从来没人要给鹿配鞍子的。谁跟你说笑？就说你家能不能做吧。伙计撇撇嘴，跑进铺子问掌柜：小哥不妨将鹿牵来，也让咱们瞧瞧是啥样的鹿要配鞍。江城不理他们。掌柜说让你把鹿牵来，咱们好量尺寸。江城转头问小妹：这么好看，要把鹿牵来吗？点个订阅吧。一副鞍子要多少钱？一副牛皮鞍1贯8。你说的是给骡子用的大鞍吧？我的小鹿比驴子还要小一圈，也要1贯8吗？那倒没有，咱们这里最小的鞍子就是驴子用的，1贯2。哦，那我明日就将小鹿牵来。伙计别过脸，暗暗吃一声，一共560文，发财了！这些水栗子是英宝和二妮、大妮一起找的，就分给他们3个人1半吧。江泉将钱划了1半出去，再给阿爷阿奶50文，又划了50文出去，也给阿娘50文，剩下的都是我的啦。我的呢？你的？可你啥都没干啊。我数钱了。江泉懊悔的想捶墙，撇撇嘴儿，勉强从自己那份里数出10文推过去，给你数钱费。江泉将自己的钱快速装进了衣兜，又把桌上的也都拢到了钱袋里，这才出去招呼大妮儿一起去2叔3叔家。翌日，悠悠乖，我带你去镇上，可要乖乖听话，不可以乱跑哦。悠悠睁着水汪汪的大眼望着小主人，看到陌生人不用惊慌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英宝拍拍他脖子，悠悠低头拱了拱小主人。你一个小娃娃会被人欺负的，爹带悠悠去就行啊。悠悠到人多的地方会害怕，我跟着他就乖了。爹，我跟你一起走吧。那好，走。英宝稳稳地坐在鹿背上，由老爹牵着绳子往镇上走去。父女俩来到马具铺子。我活了50岁，还第一次瞧见这么高大的鹿，也难怪你们要配鞍子。说着招呼小伙计过来量尺寸。你这鹿虽大，但它脊骨薄，并不能负重，所以牛皮鞍子不适合，不如挑羊皮做一副如何？行，这鹿啊本来也不是给大人骑的，只是家里的孩子偶尔骑一下，这还请掌柜的务必做得稳妥些。没问题。掌柜琢磨了一下，去屋里翻找材料。掌柜的，你啥时候能做好？掌柜拎出几张皮子丢地上。我现在就裁，很快的，最多1-2个时辰。江三郎看看日头，大概40出，倒是可以等一等。他在伙计搬过来的凳子上坐下，英宝则往四处打量。爹，你先回，我有这么好看，晚点回。这些种子怎么卖？菜种1文1包，
葫芦种子2文1包，番邦种子1文10包。除了青菜种子，其余的我都要了。哎，得嘞。货郎很高兴，将青菜种子挑出来，其余的分门别类数了数，全给了小娃娃，一共200文不到。等回家呀，爹再给你一罐。宝，饿不饿？英宝眨眨眼，从兜兜里摸出几个煮熟的荸荠，递给老爹。你这兜兜怎么装了这么多东西啊？爹爹饿了就赶快吃吧，宝儿不饿。江三郎接过来咬一口，哇塞，竟是熟的。宝真不饿呀？宝儿这里还有呢。江三郎失笑，将自己手里的荸荠一个个吃光，也不知是不是天气转暖，他只觉得有股暖流流向了4肢经脉。回头带我回家。来，先试试，不合适再调。绑好皮鞍，系好缰绳，江三郎将小闺女儿抱上鹿背，催着悠悠走了一圈，简直爽翻。江三郎付了钱，笑眯眯跟在悠悠身旁往回走。哎呦，宝慢点。一路上，悠悠转足了路人的目光，还有几个人上前打听这鹿是从哪里买的，是怎么驯的。江三郎一笑置之，并不理会。下了官道，往村子去的路上，隐约有3个人蹲在竹林里，不知干什么。江三郎顿时提起警惕，从背篓里摸出一把砍柴刀。娘的，害老子等这么久！来了，赶紧把家伙事拿起来，咱们先敲昏这个江三郎，再把鹿带走。那个小娃子呢？也敲昏？敲什么敲？一个屁大孩子用东西把他嘴堵上，带去县城卖了，应该也能值几两银子。秃兄点头，连忙用准备好的厚布裹住头脸，只露俩眼睛，手里拎着木棍猫腰往外头去。宝，先别走，咱们掉头回镇上。英宝见老爹一脸警惕，立刻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儿。悠悠仿佛跟小主人心灵相通，立刻掉头往来路跑去。他们要逃，赶紧的过去拦住，过了这村人没这店了。说罢，率先冲了出去，向江三郎与英宝追去。宝，快走，去镇上姨婆家，或者去荣记药铺找李郎中，爹在后头拦住他们，快跑！说着，在悠悠屁股上狠拍一掌，催他快跑。悠悠奔跑起来，速度飞快。快，爹也跟上，爹！3人已至面前，二话不说，举棍就砸。江三郎手里柴刀短小，接连躲闪还是避不过，他脑袋被砸破，鲜血直流。点个订阅吧。爹！一声凄厉叫喊自2人身后响起，伴随一道凌厉寒光。屠熊背后被割开长长的口子，身子一僵，便倒了下去。又一道寒光剁在陈驴子胳膊上。杀人了！陈三婶转身就跑，江三郎飞扑上前，一个刀柄砸在他脑袋上，陈三婶顿时委顿在地，晕了过去。宝，爹，我害怕。江老三将闺女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宝，别怕，爹在呢啊！这时，一辆驴车赶了过来。三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伤成这样了？这3个人劫道，让我给打倒了。劫道？陈英低头看这3人，只见3人都用布巾蒙着面。果然是劫道的，咱把他们送去镇上，让李正审审。哦，乖啊，见到旁人啊，不要乱说话，一切有爹呢，知道吗？英宝点点头，拼命塞一把无顶枝给老爹。爹，快吃！江三郎不明所以，还是吃了闺女送到嘴边的东西。英宝又抹一把无顶枝浆液，抹在了爹爹脑袋伤口处，这下才放心。东陈村，当春娘得知丈夫出事，吓得腿都软了，哭着也要跟着去。你这会儿去也帮不上忙，不如在家等着。别担心，陈英说了，三郎与英宝都好好的，没出多大事。坏人已经被送去香堂了，就等着审讯呢。春娘抹着眼泪，勉强点点头。再说张大郎家2郎，他们来到李郎中家。三郎，你头怎么了？哦，被砸了个口子，已经敷过药了。砸了口子，伤得严重吗？现在也没啥事了。那你快躺下。没事，我呀还要去香堂那边看看呢，不能躺了。他也不知睡了多久，想必李正审讯已经结束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江三郎便将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。这个陈驴儿，从小被他爹娘宠得无法无天。三郎，这事不能轻易算了。他们蓄意谋害我父女2个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没过多久，李正果然派人来叫江三郎去香堂问话。江大郎与3弟一起前去，让2弟留下照看英宝和大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啊？还好，不碍事了。给这个呀，是李正判给我与宝儿的赔偿银，一共15两。害你的那几个是如何判的？那该不会罚了银子就放了吧？没有放。李正说明日一早啊就送去县衙了，由官府惩处。春娘放下心，将钱收好。那你吃饭了吗？我在锅里温着晚饭，要不要吃点？吃过了，在大哥家呀吃的鸡肉粥。宝今日啊精神不济，李郎中说他可能受了惊吓了，便给开了一副安神药喂他喝了。今晚啊便让宝儿跟你睡吧，你照看一些，我去西屋。好。
江三郎洗漱完，直接躺倒睡下。这时春娘又端来一碗金耳粥，硬是要她喝完再睡。春娘给丈夫盖好被子，这才回到东屋，又端来一盆水给闺女儿擦洗小脸小手。英宝眼皮微动，正陷入前世梦境中。平儿，今日家里来了贵客，你不是在武春院学过胡旋舞吗？就给客人演示一番，你一爹能不能做官就在这位贵客身上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千万别得罪贵客。你怎么不让你二闺女去？我人小貌丑，怕污了贵客的眼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敢这般对你娘说话，不过是让你跳个舞，又不是让你接客，装什么纯良？英宝不理他，撒腿就往外跑。跑至院门口，忽然撞上生父陈昌平。陈莹，随我来。陈平说着，朝妻子使个眼色，示意他离开。英宝迟疑片刻，还是跟随生父进了他的书房。陈莹啊，你母亲脾气向来急躁，对你未免粗暴了些，你别怨她。英宝破天荒头一次听生父说生母韩氏的不是，有点疑惑。这些年呢，你在外头吃了辛苦，所以怨恨你母亲，这些我都不怪你。英宝暗自嗤笑，他那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看看你，身为晚辈，自小便顶撞你母亲，还做了很多错事恶事，如何不让你母亲气恼？几年前送你去外头，也是因为你太忤逆，太不服管教。你娘亲无奈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把我赎回来，是觉得我已经被教养好了？哎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要明白何为尊长，何为孝道，逆来顺受才是做子女的本分啊。英宝沉默。陈莹，吴家下上有贵客临门，这个家能否辉煌腾达，你与二姐能否找到好婆家，全系在此人身上。所以为父希望你好好待客，千万别丢了为父的脸面。只要你这次乖乖听话，别再犯倔，以后你想要什么，为父都答应。哼，若我想要50两银，外加一份户籍录印呢？可以。真的？那你先发誓，之后一定给我50两银还有录印，并且放我离开。为父发誓。好，可我只会胡旋舞，别的都不会。就跳胡旋舞好了。傍晚，家里果然来了几位衣着华贵的贵人。酒过3巡，英宝在韩氏的推搡下进入正厅，赤脚站在圆盘上跳起胡旋舞，看得众人目不转睛。中年文士显然很高兴，当即赏了他一块玉璧，拿着玉璧高高兴兴回了自己屋子，换下舞裙，穿上自己的棉衣。这时，二姐陈昭与快9岁的陈旭走了进来。陈旭看到英宝床上的玉璧，一把抢在了手里。二姐陈昭故意挡住英宝，让陈旭跑出门去。混蛋，混蛋！宝儿啊，宝儿，你醒醒！英宝被人晃醒，茫然的睁开眼睛。宝儿，做噩梦了。英宝紧紧的抱住阿娘，幸好那是梦，幸好又回来了。宝儿啊，饿了没？都已经中午了，你这一觉啊睡得可真沉，阿娘都叫不醒你。娘，我饿了。那娘去将午饭端来，赶紧去洗漱吧。英宝转头瞧见2个弟弟，小杰、大武，等会姐姐教你们读书可好？小杰将手指从嘴里取出来，湿哒哒的拍在小姐姐凑过来的脸上，嗷的叫了一声，似乎在应答。小武忽然转过头，一巴掌呼在小哥哥脑袋。点个订阅吧。小武怎么咬哥哥了？英宝赶紧的将小武抱开，小杰哇哇大哭，举起被咬的小手向阿娘告状。好了好了，小杰不痛啊，小武跟哥哥闹着玩呢。你呀，以后不能咬哥哥，知道吗？小武眨眨眼，扑进姐姐怀里。江三郎在炕上躺了2天，每天按时吃药，吃着小闺女做的蒸蛋，很快活蹦乱跳。英宝最近也忙着带弟弟，让爹娘安心下地劳作。元宝的学堂也放了农假，他与虎子经常过来逗小堂弟玩耍。一晃几日，村里的麦子基本收割完，有的已经脱完粒儿，只剩晒谷。三郎，求求你了，赶紧去县城帮我家驴儿说说情吧。你莫不是求错了地方了？三郎，都是我家驴儿不好，不该听那该死的陈三石撺掇。可你不是啥事没有吗？能不能去县老爷那说一声，放过我家驴儿？我求求你了。你说我啥事没有？来，你看看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啊，我这里这么大块疤是谁造成的？啊，谁造成的？我夫君差点被你家陈驴儿几个害死，你竟然说没啥事儿？那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，我好把儿子赎回来？你怎么有胆量上我这借钱来了啊？谁给你的脸啊？啊！
我借钱又不是不还。三郎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就行行好，这大不了等我家驴儿回来认你做干爹，一辈子帮你家干活。滚！那能不能将你家鹿借给我？等我家驴儿回来再去山里猎1头还你。不，猎3头还你。江三郎气得举着木锨追过去，吓得陈二狗夫妻撒腿就跑，一溜烟跑没影了。可真够臭不要脸的，那川驴难怪敢拦路抢劫，他有这样的爹娘，能学好才怪呢。不行，我得去找陈组长，让他呀出面解决此事。你去吧，我瞅陈二狗不定要闹什么幺蛾子。江三郎丢掉手里的木锨，迈步往陈组这么长家走去。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真能干。我还煮了荸荠呢，让元宝和虎子带了一些回去，还有一小盆，娘你先尝尝。你又去找荸荠了？带着弟弟一起去的？没有啊，我自己一个人找的。宝儿啊，这以后出去玩最好与你哥哥姐姐一起。娘你放心，我以后会跟大妮姐他们一起的。陈娘做好菜，一家人坐下吃饭。三郎啊，这陈组长去西村怎么说？陈二狗说是陈老栓撺掇的，陈组长便去他家里训了一顿，这事儿大概是不了了之了。不过陈组长向我保证了，以后陈二狗不会再来骚扰咱们了。那就好。吃完饭，江三郎收拾碗筷去洗，春娘烧水给孩子们洗澡换衣，再满地乱爬，揍死你！小杰嘿嘿笑，小五皱起鼻子，扭转身子四处寻找姐姐求安慰。英宝这会儿趴在西屋桌上，如今他的字已经有模有样，虽没啥风骨，却很娟秀端正。哎呦，师兄啊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幸之别来无恙否？弟承蒙师兄挂念。师兄啊，您快随弟进屋来坐。这是吾长孙横川。横川呐，这是吾的五师弟，快来见礼。五师公安好。好，好。幸之，你信中所说的那位病愈之人，现在可好？好，非常的好。前一阵子我还瞧见他气色红润，身体也很健壮。可否让老夫见见此人？见倒是能见，只是他住在离这里5、6里的村落，贸然前去换人，恐引起不必要的猜疑，而且现在是农忙季节。不是换他来见，老夫想亲自去他家拜访。那倒是可行的，江家人良善随和，您去了，他家必然扫榻相迎。幸之啊，可否让老夫看看你记录的脉案？当然。李郎中捧来一个大册子，递给了师兄温景言。师兄请看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想温爷爷要收我做徒弟吗？二郎，这位温老先生想来给你把把脉。江二郎上前见礼，互相又介绍一番，几人走进堂屋。温景言给江二郎把脉，果然见他非常健康。江小哥身体康健，可喜可贺。江二郎挠挠后脑勺，尴尬笑笑。坐了一会儿，温景言三人起身去外头闲逛，却一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哎呀，江老汉一看自家势必要留饭啦，席上自然而然聊到江家种金耳的事儿。如此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老夫都不想走了。老先生不妨留下多住些日子，陈某家里还算宽敞，若老先生不嫌弃，便在陈某陋室小憩。恭敬不如从命，老夫便搅扰了。那太好了，回头我让家里人收拾2间屋子给先生住。于是温先生便和他孙子温恒川住了下来。这日温景言与长孙在村里悠闲散步，偶遇骑着一头鹿的江三家的小闺女。你叫英宝吧？英宝点点头，忽然想起温姐姐。听你祖父说你已经会写字认字了。跟元宝哥哥学的。那你想不想学医呀？想。温爷爷要收我做徒弟吗？老夫已经不收徒了，不过老夫家里有族学，还有女子学堂，你若愿意呢，你爹娘也同意，老夫便带你回去上学。那你家在哪儿啊？不在县城，老夫的家族在豫州，离这里近1000里。这么远啊？不去。温爷爷，你家有8、9岁的小姐姐吗？跟我大妮姐姐差不多大的小姐姐？那可就多了。那她们都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夫家中的孙女众多，好多都记不清她们的名字。英宝有些遗憾。英宝为这何要问他么好看的名字呀？点个订阅吧。因为我想跟他们玩啊。现在大姐姐、二姐姐都很忙的，没空和我玩了。我教你们村也有学堂，你既然都会认字了，那为何不跟你小堂哥去学堂里？总好过一个人在外头孤零零的闲逛啊。因为学堂夫子不许女孩进学堂啊。
温景言看了长孙一眼，温恒川忽觉自己刚才问了蠢话，不自在地咳了一下。温景言举目四望，忽然在心里萌生一个念头，自己不如在此地办一个医学馆，让村里的孩子也学些医术，这样一来便可以经常接触江家人，以后也方便行事。第二日，温景言祖孙告辞离开。春娘，我准备在南山建个砖瓦房，这几日我去砖窑厂订了3间房的砖瓦，估计啊秋后就能齐全了，到时候就能请人建房了。真的呀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大哥跟二哥呀也准备与咱们一起建，咱们3兄弟啊建一样大的房子，院子也一样大。哎，对了，我呀还从几个村民手里啊买了10亩地，以后竹棚啊就建在那里了。你还买了地？那以后咱家岂不是要升户等了？嗨，不买地那也会升等的，咱们啊只要建了房，明年孙理正啊就会过来查验登记的。这要是升了等，咱们赋税涨上去，万一那边不收金耳了怎么办呀？哎，没事，那不收了咱们就去别的地方卖，反正啊种金耳也需要不了多少本钱，只要能卖出去咱们就是赚的。那把院墙砌高点，南山那边僻静，终归不安全。那是自然，你放心吧，这即便盖好了呀也暂时不会去住的，等明年开春了，咱们和大哥二哥一起搬过去。1个多月后，南山的房屋终于完工，但还不能住人，因为新房必须等潮气散尽才可以入住。恰好此时最后一批金耳也成熟了，江三郎与妻子又赶紧的采收并开炉烘干，这么一忙就将俩儿子的周岁生辰给忘了。哎呀，这随便下碗长寿面吧，这臭小子的过啥生辰呢？那他们爹也从来不过生辰呢。春娘嗔怪瞪他一眼，点个订阅吧。温姐姐猜对了。转眼元春已过，又是一年新开始。三郎啊，咱们村来了一户外地人，那外地人还要在咱们这里办女学堂呢。啥？办啥学堂？我说呢，这怪不得族学那边新砌了个房子，说是教女娃娃学习医术的学堂。学医术？那倒是不错，正好啊，让宝也学学。英宝听到这么一耳朵，立刻好奇起来，骑上鹿背，他要去瞧瞧外地人啥样。你是谁家孩子？江三郎家的。英宝忍着激动，眼睛一直朝旁边女孩瞟，这女孩跟温姐姐好像。江三郎家的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英宝，我叫英宝。旁边男孩一僵，神色有点不好看。原来叫英宝呀，真是好名字。你要下来玩会儿吗？英宝连忙点头。过来认识一下，这个是我女儿，叫温舒，那是我儿子，名温恒银。温舒，英宝差点惊叫。英宝，你几岁了？3岁。我刚到9岁，属兔，你是属猴的吧？温姐姐猜对了。切，这还用猜？傻子。嘿，英宝扭头打量他。我弟弟是属蛇的，他6岁了。温舒牵着他往一旁去，从桌上食盒里取出一块浅绿色花糕，递给了英宝。那尝尝我娘送的绿豆糕。谢谢温姐姐。英宝接过糕点，小口吃起来，眯着眼睛不住地打量眼前的小姑娘。温姐姐，你老家在哪儿啊？为何来我们这儿？我老家很远，爹身体弱，想寻个山凉水秀的地方休养，便来了此地。那上回来咱们这儿的温爷爷是你家亲戚吧？那是我祖父，就是他告诉我爹，这里是个好地方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那你家是开药铺的吗？我家没开过药铺，不过我爹曾经做过药堂的郎中。你是巡捕房的吗？问这问那的。英宝没理小屁孩的冷言冷语。温姐姐，我和你做朋友好不好？好，以后你可以随时过来找我玩。从温姐姐家回来，温夫人说我会是她的第一个弟子，以后要单独教我呢。姓温？是啊，是上次来咱们村的温爷爷家4儿子儿媳。温伯伯身体弱，要到山清水秀的地方修，便带着一家4口来这定居了。温夫人还说，反正他家女儿也要念书学习，不如就在这办个女学，也教教其他的女孩。哎呦，那感情好，我家宝啊正好去那里念书，又是女夫子教学，最合适不过。宝啊，你真想去念书？是啊。那温家人有没有问你关于祖传秘方的事儿？没有。那就好，以后啊记住了，无论谁问你啥秘方秘药的事儿啊，都不要说漏一个字，知道吗？知道了爹，咱们家没有秘药，啥都没有。英宝当然明白老爹担心什么。我最近啊要在南坡待一段时间，你在家里啊看着点孩子。我知道。这既然去了学堂了，该背的数修6礼啊也背一些。咱闺女虽然是女娃娃，
但拜先生也不能比男娃子短缺什么了。这个我会问问爹娘他们，该备的都备上。春娘说着，拿钥匙开箱，准备带点钱给公婆。江三郎点头，又交代英宝几句，这才扛着铁锨去南坡。江刘氏一听三儿媳要送英宝去女学，一拍大腿，送一个也是送，送2个也是送，咱们不如让大妮儿、二妮儿啊都去念书。大妮呀，你不如也跟堂妹去学堂念几天书。我才不去，她再过几年都能出嫁了，怎么好意思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呀，去学认几个字不好吗？大妮都这么大了，去学堂也不好看，以后想认字跟他弟弟学学也行。哼，二妮儿啊，你大姐不去，你就跟着英宝一起去。奶，那虎子呢？哦，那让虎子也去吧，不知温先生收不收男弟子啊？因虎子年纪太小，族学夫子是不肯收的，所以他一直跟着英宝和小杰、大武一起玩。回头啊，咱们去问问温先生，看那边收不收男弟子。这些备礼也不知够不够，不够啊，我再回去拿。备英宝一个用不下这么多，不过束修也得一同备上，有这2罐钱也差不多了。第二天，温先生，我来拜师啦！萧真娘从屋里出来，见是江家人来了，连忙让仆妇搬来凳子，请江刘氏和春娘坐下。咱家虎子呀，今年快5岁了，平日都跟他姐姐和堂妹一块玩，如今二妮儿、英宝进了学堂，留他一人在家也不是事儿。我想呢，不如也送他进学堂念书，也好跟姊妹呀结个伴儿。不知温先生这里收不收男弟子呀？按理是不收的。我夫君虽也教学，但他只负责给孩子开蒙，若想以此考科举，可就不行了。言下之意，他夫君学识有限。哈哈，他才多大呀，哪里就要考科举了？还请先生收下他，随便教几个字儿就成。那便先留下，回头我跟郎君说一声。哎呦，那感情好。就这么，英宝和二妮儿、虎子同时进温家学馆念书。几天后，英宝与二妮儿、虎子也在学堂牌匾挂上的第2天正式上学。结果进学堂一看，竟只有自家3姐弟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瓜子更靠谱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家的鸡每天能下10几个鸡蛋呢，温姐姐带一点回去煮着吃，可好吃了。那我回去做绿豆糕给你尝尝。女孩子的友谊往往先建立在吃上。温恒隐对女孩子之间的唧唧歪歪没兴趣，他只喜欢威风凛凛的大鹿。前几天他第一次瞧见那小娃娃骑着鹿过来，差点闪瞎他的狗眼。几个孩子看完鸡，又跑去江大伯家的猪圈看猪。江大伯家京春买了一只健壮的黑花母猪。温姐姐，你来喂它。温叔接过来，一颗颗递给母猪吃。温恒银见母猪吃得欢快，忍不住手痒，也拿荠菜投喂过去。不知不觉一下午过去，2姐弟依依不舍离开，手里提着英宝送的一小篮鸡蛋。小杰、大武怎么啦？小杰鼻头都红了，大武也靠在姐姐身上。弟弟这是受委屈了，宝儿姐姐下学都没带弟弟玩。哎呀，那下次姐姐一定带你们一起，好不好？那姐姐读书给你们听。俩小只点点头。现在是姐姐读书给你们听，以后呢，小杰和小武要读书给姐姐听哦。好，那这是我做的，里头加了蜂蜜，可好吃了。原先做了很多，不知怎的少了一半，估计是让阿弟拿去吃了。谢谢温姐姐，你真好。英宝也很好啊，我先前看到阿弟往这边来，还以为去你家看路呢。也不知这会儿他跑哪儿疯去了，可能去找虎子了吧。虎子与温恒银同教室念书，已经跟他混得很熟。俩女孩又说了好一会儿话，这才告辞离开。傍晚，大妮儿拎着猪食桶喂猪，忽然瞧见母猪旁边睡了一个男娃。你怎么睡在这里？有没有被猪咬伤啊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娘，你说男女睡一块会怀孕吗？可能会吧。那一公一母睡一块也会怀孕吗？也有可能。娘，我也是公的吧？你是男子啊，怎么能说公母啊？只有猪羊才能叫公母啊。娘，那我到底算不算公的？哎呀，萧真娘被儿子这话问得无语，只好认真说道：当然也算，但不能这么说。温恒银垂头丧气回自己屋。小杰、大武，赶快过来喽，咱们要去送饭了。快点哦，
赶快过来骑路喽！等了片刻，小杰与大武还没过来，英宝只好先扣上家门，牵着悠悠出了院子。可外头依然没有两个弟弟的身影，将手中瓦罐放在门口，踩着门前的石台翻身上了路背。路上遇到温恒银，你看没看到我的2个弟弟？刚才好像看到了，有个女人抱着他们。英宝心快提到嗓子眼了，立刻催着悠悠朝温恒银指的方向追去。站住！女人回头看一眼，立刻丢下最难缠的小五。英宝赶到小五近前儿，回头扫一眼，温恒银，请你照看一下我弟弟。说着催路朝那女人追去。他不过是喂喂阿花，不想竟遇到坏人偷孩子，得赶紧去找大人去救英宝跟他弟才行。英宝一路追到川河边，眼看就要追上，忽然那女人转头冷冷一笑，用力的将手中孩子抛了出去。小杰！英宝目眦欲裂，来不及跟那女人纠缠，追着水里的小杰向下游奔去。宝，小杰！30来岁的汉子哽咽着说不出话，一摸儿子还热乎，胸口也在起伏，稍稍放下一半心，再试试闺女的鼻息，也有气流划过手指，另一半心也落了地。这时江二郎也跑了来。这孩子哭了，没事了啊，老天保佑啊！英宝也缓过劲儿来了，抬起手指了指蠢蠢欲动的村民：你们别动，那葫芦是我的。我们没动，就是想帮你拖出来。哟，这什么品种葫芦，竟这般大？就是这葫芦救了孩子吧？哎呦，这小仙童果然不同凡响。英宝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个杀千刀的，我家孩子招你惹你了啊？你要害他，他们若有个好歹，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别伤我儿子被拉去送死，你家的就好好活着。要不是江三郎太绝情，我家驴儿怎么能送去兵营？放屁！你家驴子就是在家也要被征兵，你脑子有病，再怪到我江家头上！你这个毒妇，咱们陈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回头送他去李正那里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你们谁去喊他娘家人过来？这样恶毒的女人，咱们陈氏家族要不起。陈二狗呢？将他叫来，若是同伙就一同送官，若不知情，便是让他写休书，先休了这个无知蠢妇。女人一听族长让丈夫休了自己，顿时瘫坐在地，嘴里呜呜嗷嗷的哭嚎起来。江三郎回来了，孩子救回来了，没事了，俩孩子都没事。众人给江三郎兄弟让开路，目送他们抱着孩子进了屋子。我吓死我了！那天阿弟回来告诉我们这事儿，我和阿娘担心坏了。哎，那女人也太坏了，竟然将你弟弟丢河里去。幸好你们2个没事。我爹和爷爷奶奶都说我和弟弟有仙人保佑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幸亏自己赶得及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下次遇到危险可不能冒险，得先找大人帮忙。万一……星宝，这次是你侥幸，可万事不可能总侥幸。我知道。两人正叙话，忽然有个6、7岁的女娃娃从另一个教室出来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英宝笑脸瞬间沉下，他一眼认出来，这竟是韩氏的二闺女陈昭。没说什么。温叔姐姐，我能跟你们一起玩吗？可以啊，但你得先好好念书。温叔看了一眼英宝，见他对这女孩冷冷淡淡，先生马上就来了，你赶紧去考试吧。陈昭乖巧应一声，还对英宝笑了笑，转身跑去课室。英宝眼角忍不住抽搐，赶紧拉着温叔进了课堂。宝儿啊，有人想买咱家的大葫芦呢，你说卖不卖？卖，他出多少银子？有2个人要买，一家出10两，还有一家出12两，都是乡界那边来的生意人。会不会太少了？算了，还是不卖了。不卖便不卖。先吃饭吧。春娘揭开竹罩子，桌上已经摆了2菜1汤。爹今日又不回来吃饭吗？他被人喊去建竹棚了。村里啊，又有几家想种金耳，都跟你爹说好了，想先把摆放军架的竹棚建好，等一有军种就直接上手。哎呀，咱北山的桑木都要被那些人砍光了。为何一定要用桑木？咱们可以用陶罐代替桑木啊。这陶碗怎么代替啊？以前用桑木是因为桑木是枯树，金耳可以少量吸收里面的营养。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有麦麸稻壳了吗？将这些与桑木屑冲碎，在搁笼上蒸2个时辰，晾凉以后装进罐子，就可以在上头种金耳了。这些可以反复使用好几次呢，不比砍新鲜桑木强吗？还能这样啊？回头我就去跟你爹说，顺便让他去订200只陶罐，咱家以后啊也用陶罐种金耳。
娘儿几个正在吃饭，忽然外头有人喊：“江三郎在家吗？”谁呀？春娘放下碗筷，站起身去外头，只见2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找我家夫君啥事儿啊？我们慕名而来，想看看你家的葫芦。春娘迟疑，不肯开门。我夫君不在家，恐怕不方便放你们进来。你是江三嫂子吧？我们是西门镇锦绣铺庄的，听闻你家有2个大葫芦，想一睹真容。你看我们哥俩跑了几十里路，能不能让咱们瞧一眼呢？让他们进来。春娘摸摸闺女脑袋，上前打开竹篱笆门。打扰了。春娘没让他们进屋，自己搬来了大葫芦，摆在院子中间的石板上给他们看。不知道这葫芦卖不卖？当然是卖的，但价格不合适就不卖。我家这葫芦已经有好几个人想买了，不知郎君能出多少银子？你想卖多少？春娘语塞，是不是咱们说多少你就给多少？你这个小姑娘可真逗。咱们也是诚心想买，但超过30两就不划算了。那就30两吧。这玩意儿他洞府多的是。这是10两1锭的银子，你们看好，泸州府官衙之银10两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2人扛起葫芦要走。乖，把种子先掏出来，你再带走。你这个小丫头真是鬼精，若葫芦里没有种子，便是10两也不值。说罢，快步走出院子，将葫芦小心地搁在骡车上。2人跳上车，一挥鞭子，飞快地驶离小村。不说这话，你们还觉得买亏了呢。哎呦，是啊，怎么忘了先把种子挖出来啊？南坡不是还有一个大葫芦吗？咱们把那个葫芦的种子挖出来种上，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这钱你收着，还是娘帮你收着？放你那儿吧。晚上，江三郎回来，听说自家葫芦卖出30两。这什么人买的呀？说是四门那边一家布庄，咱把南坡那边的葫芦种子先挖出来种点，你看。行，明天啊，我就去南坡把葫芦种子抛出来。结果第2天还没出门，族长跟村长便找上门。三郎啊，听说你把咱们村的神葫芦给卖了。江三郎，他家葫芦咋就成村里的了？三郎啊，那可是咱们村的神物，你怎么说卖就卖了？另外那只呢，你可不能再卖喽。他1天没摸到葫芦，就感觉腰也酸了，走路都费劲儿，老寒腿也抽抽的疼。三郎啊，不如把另一个葫芦的种子分给村里面的人吧，也不白给啊。你看看收多少钱，咱们出钱买。可以，等我把葫芦里的种子掏出来再说。7月中元节刚过，江二郎正准备去南坡采收金耳，拉开院门，忽见院门外站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江二郎吓一大跳，仔细一瞅，脸色瞬间沉下来。怎么是你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一大早来这里做啥？二郎，我来看看孩子。你已经嫁人，以后别再来我家。孩子都很好，早习惯没娘的日子，你在此会让他们难堪的。冷氏合力当月，就嫁给镇上一个40岁的老官夫。二郎，你这样如此绝情吗？我不过是想念孩子，你就让我看一眼。这时，二妮与虎子闻声从屋里跑出来。虎子，二妮，娘的孩子。冷氏，咱们和离书上写的清楚明白，我付你15两银子，以后孩子便再与你无关。你可是当场摁了手印的。叔叔姐姐，你真厉害，我这段文一直念不好，你一教我就会了。师姐，我来教你，肯定比温姐姐还要厉害，要不要试试？她与温姐姐是甲班学生，学的课程比乙班深奥，自称是陈昭师姐也没错。叔叔姐姐，我还有课业要写，就让英宝教你吧。她年纪虽小，也算是你师姐。咱们师门只讲学问高低，没有年龄之分，她教你绰绰有余。陈昭，我是你二师姐，今日不教会你10段文，就打你手板子。最后就是陈昭没学会10段文，在温叔的监督下，英宝冷冽的目光中只好伸出双手，紧闭上眼睛，啪啪啪啪啪打着以后，陈昭再也没来过甲班找温叔。这天是学堂休沐日，英宝在忙什么？先生怎么有空过来？他搬来竹椅子，请2位先生坐。闲来无事，与你先生四处走走。英宝，你这些金耳学耳出售吗？自然是要出售的。有没有指定卖给谁家？没有，都是交给我爹一起带走的。温延敏弯腰捡起一只金耳，放在鼻子下闻了闻。英宝，不知这种金耳卖多少银子1两？阿爹上次卖10两1斤。10两1斤呢？不贵，不知可不可以出售给我？我愿意出12两1斤收购。当然可以。那你爹娘会同意吗？我爹娘当然同意啦。不知先生要多少呢？我这就称给你。全部都有。
还有这雪耳，不知多少钱一斤？1两银子。上次阿爹带去县城是1两银子1斤。好，我已含1两银子收。于是英宝足不出户就将自己的金耳雪耳卖了，得到60多两银子。7月中元节刚过，江大郎家的母猪下崽了，竟一次下了8只小猪崽儿。二郎、三郎，到时候你们每家抱1只去养，其余都卖了。不要，没空养。那就送2只去南坡让二小子养着，明年过年就能杀了吃肉，其余等满月就卖掉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猪崽儿满月了。你怎么带崽的啊？少了2个你都不知道。阿花吵得哼哼2声，躺在那里不搭理他。温恒英很快的蔫蔫的回家了。娘，快去救救你孙儿吧，他们都快被人偷光了。你说什么？娘，快去救救你孙儿吧，他们都快被人偷光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孙子都快被别人偷光了，你快去把他买回来。我孙儿说什么胡话？没说胡话，是真的。他就在江家。那好，带我去瞧瞧。于是娘俩来到江家猪圈旁。你确定这是你孩儿？温恒英认真点头，把那天的事说了一遍。末了就辩解：我也不想的。那你等着，我去江家将他买下来。江大郎见温夫人前来买猪崽儿，最后便宜200文卖给他，只收了600文。为娘告诉你，何为父母，何为人子。于是温恒银听母亲讲了1个时辰的医学课程，终于弄清自己并不是阿花孩子爹的事实。再看怀中的猪崽儿，他决定还是要收养他。以后你就叫螺旋好了。既然你们夫妻俩都在，我就问一句，东村江三郎家捡的闺女是不是咱家的？娘，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？我再说一遍，江家捡的孩子跟咱们没关系。冯氏嘴角抽了抽，转头问二儿媳：你也这么认为？娘，咱们不如去江家看看。韩氏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呢。娘啊，你们能消停点不？啊，这么闹腾，我还有啥心情读书啊？冯氏见儿子十分抵触这事儿，也不敢再说啥，只得起身离开。韩氏也跟了出来，两婆媳对视一眼，彼此心照不宣。你不知道吧？昨儿陈昭的大姐跳河了啊！后来怎么样？有没有事啊？听说被救回来了，是路过的一个渔夫救的。渔夫？难道是陈婉最后嫁的那个渔夫？人被救上来时衣裳都没了，光溜溜躺在地上，那个渔夫还给他控水拍肚子。这一下陈昭大姐被全村人看光光了，以后还怎么收婆家哟？二姐姐怎么就懂这么多啊？这个谁不懂呀？陈家二房大闺女跳河一事没起多大风浪，村民很快便忘了这茬。你是英宝吧？你是想拍花子吗？英宝，我是你亲娘，这是你亲奶。哇，爹娘，有人拍花子了！哇！陈冯是大惊，韩氏也慌了，连忙想捂住英宝的嘴。坏人！江三郎已经从屋里一马当先的冲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一群的村民。干什么呢？江三郎冲到跟前，一把将闺女与儿子护在怀里。又是西村的啊！你们是不是见不得咱东村好啊？跟我去李正那里，咱们好好掰扯掰扯。对，带他们去李正那儿，太不像话了！我看西村的人都疯了，一个个的怎么都喜欢偷孩子？哎呦，就是啊！这次若是李正还敢姑息他们俩呀，咱们告到县衙也要讨个说法的。把他俩绑起来，拍花子拍到咱们村来了，以后谁家孩子这么好看还敢出门呢？点个订阅吧。不是，我不是偷孩子，我们是……江三郎根本不给他辩解的机会，将儿女塞到了春娘手中，与几个村民反绑了冯氏、韩氏，还给他俩嘴上塞上了破布，拖上就走。混账！去把西村村正叫来，还有这俩娘们的户主也找来。于是陈长胜来了，陈三友也来了，还有陈冯氏的丈夫陈老栓。他爹，快来救我！哎呦，我的胳膊呀，都快断了。是江三郎误会了，我婆娘怎么会偷孩子？不是偷孩子，你们跑去东村干嘛？那英宝是我亲生的，我们是去认孩子的，并不是偷孩子。哦呦，众人哗然。哼，真不要脸！拍花子不成就说英宝是你孩子，你咋就这么猖狂？你个疯婆子，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你是得了臆想症吧？我闺女咋就成你亲生的了啊？是啊，韩氏，你说孩子是你亲生的就是亲生的，万事得讲证据，懂吗？李正，那英宝确实是我亲生的，不信您问问各位，
那孩子是不是江三郎捡回去的？你这个女人可真是奇葩呀！村里谁不知道英宝是三郎捡来的，但也不能谁都确认英宝是自己亲生的吧？把你的龌龊心思收一收啊！当谁不知道你是想干啥吗？是啊，这自己生不出儿子，是不是想抢英宝回去给你送子啊？呸！真够不要脸的！不是，英宝真是我亲生的。孙老哥，那孩子确实是我陈家的。天上的月亮是你家的不？啊，是个人都想认我家英宝是亲生的，你已经是第8个了。陈老栓顿时语塞。老夫再说一遍，凡事都要讲究证据。陈老栓，你有证据证明那孩子是你家的吗？陈老栓愣住，他将目光转向了妻子。还是孩子是你生的，你有啥证据吗？我那时迷迷糊糊，不记得了。行，那你先说说，你的孩子怎么会被我给捡到的啊？还是他不能说实话，因为那孩子体弱，一生下来便没气儿了，所以你们把他丢去川河边了。对，咱们总不能留个死孩子在家里吧？这么好看，那你说说，你家点个订阅吧。一生下来就没气儿的孩子丢在川河哪边了？为何被我给捡到了？丢在川河哪边？具体位置我哪还记得清啊？都这么多年了，韩氏，你知道吗？韩氏咬唇不语。李正，我家英宝自小并不体弱，不信的话，您可以问问我家邻居，他们瞧没瞧见我闺女请过医用过药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英宝她生过病，也没有见过江家给孩子请过医。既然我孩子没有体弱，那怎么就成了陈家那一出生就体弱死掉的孩子呢？还是说因为你生不出儿子就听信了谣言，故意来欺诈的，想抢我家英宝给你送子啊？我没有。还有啊，我家英宝也不是在川河边捡到的，他呀是我从南坡那边抱回来的，离川河边啊有好几里呢。陈逢氏、韩氏，陈老栓气恼地瞪了眼二儿媳。行了，你们都消停吧。指了指陈老栓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请跟这2个娘们瞎胡闹。今天呢，我也不罚你板子，但也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。这样吧，你就出2两银子赔给江三郎家，算作赔礼补偿。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不然我只好送你们去县衙，由冥府亲自审理这出欺诈案了。我说李正，凭啥罚我家银子？即便咱认错人，也不带这么判的吧？怎么，你说该怎么判呢？有你们一次次去诬赖别人家孩子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陈逢氏一缩脖子不吱声了。最后陈老栓只得又出了2两银子。娘，外头来了3个人，好像是拍花子家的。吃娘一听皱起了眉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纺车，去门外查看。只见门外站了3个女人。你们在我家门口干啥？春娘啊，咱们进屋里去说。不用进屋，有话就在门口说吧。那好，在外头说也行。咱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。你家捡的闺女是我姐姐的，咱们今日来不过是想请你将孩子归还给我大姐，该要啥补偿咱们都好说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孩子是你姐姐的？你们离我家远点儿，不然我可不客气了。你这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想吃官司吗？到底谁要吃官司啊？我看你们是想趁我家夫君不在来抢孩子的吧？什么抢孩子？那个女娃本来就是我的。你的？你有啥证据啊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哼，看样子上次李正只罚你银子，真是太仁慈了。哎，姐，别跟他废话，说正事。我女儿手腕上有胎记，你有本事让我们看一眼，真相就大白了。对，那孩子是不是我姐的？咱们看看就知道。我闺女为啥给你们看？哼，你说不给就不给，我们偏要看。那你来试试。许春娘二话不说，从院门旁抄起一把大笤帚就冲出去，直朝着3个人拍过去。许春娘，你该动手！这时王二婶闻声赶出来了，瞧见那西村韩氏又来了，儿子，快去帮你江三婶子，还朝家里粪桶努努嘴。14岁的王二郎会意，拎起一只粪桶就出去了，直接泼向了那3人。哪来的屎壳郎？也不看看啥地方就乱闯。哎呀，我了个娘！3女人被泼了一裙子屎尿，尖叫一声，飞也似的跑走了。今儿多谢王二兄弟了。嘿嘿，没事儿，下次这几人再来，三嫂你就招呼一声。我不在的话，我娘也在呢。那以后就麻烦二婶子了。有啥麻烦不麻烦的呀？咱俩家谁跟谁呀？那天英宝照旧去学堂，与二妮虎子走在路上，忽然从旁边冲出来俩蒙面汉子，一蒙面汉子一把将二妮与虎子推倒，抱起英宝就跑。救命啊！偷孩子了！这人抽出一块布巾，英宝只觉脑子一阵的迷糊，很快晕了过去。哎，大嫂，你不知这孩子调皮着呢，一点不好管教，还请大嫂看紧他，别让他跑到外头去。那是当然，孩子哪个不调皮呢？你放心，我让小闺女看着点他，不会让他跑到外头去的。他要是敢胡言乱语，大嫂你就狠狠戳他嘴巴子，直到他不敢说为止。
陈大嫂闻言皱了皱眉，看了眼蹲在不远处的孩子，没有言语。英宝一直没吭声，像只受惊的鹌鹑，谁拉也不走。听到没有？乖乖听话，不然可别怪我打你。英宝点点头，你们看好的，别让他出院子。知道了，娘。男孩没有应声，下晌，陈大嫂的丈夫回家。哼，那韩氏可真行，把他姐姐家的孩子放咱们家养，还让我好好管教，这是把我当什么了？给他韩家管孩子的。你都同意接手了，还说这些干啥呀？哼，不是看在那2吊钱的份上，我就把他撵出去了。这么好看，没吱声，点个订阅吧。我就纳闷了，既然这孩子是他大姐家的，他自己咋不管？巴巴的送到咱们这儿，别不是偷人家的吧？哎，你说我猜的对不对？若果真如此，咱们可不能留着孩子在家里。朝廷对拐卖人口处罚极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英宝身上的破被子被人揭开。今儿前街那儿有庙会，你去不去啊？英宝眼睛一亮，点点头。那让小姐姐带你去吧。说着，拉过一旁的女孩，塞给她2文钱。去庙会看好小妹妹，她可是你三婶家的亲戚呢。女孩带着英宝左拐右拐，穿过2条街道，最后来到一个山丘下。女孩将英宝带到一棵老榆树下，让他在树根上坐下，说是去买东西给他吃，叫他不要乱走。英宝点头，然后就见这个女孩蹦跳着离开。英宝诧异，左右看了看，立刻站起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。前方有一大片的长青灌木，在这凛冽寒冬下依旧郁郁葱葱。英宝便躲在灌木中间，从洞府取出一套旧棉衣，见四下无人，换上这身脏污不成样子的旧衣，再把自己脑袋上的小揪揪扯下来，抓一把泥污揉在脸上头上。刚一抬头，就与一双眼睛对上。你是哪个山头的？没有山头。看到一个穿红衣的小娃娃没有？我先前瞅他走进这里，怎么一会儿不见了？没看到，估计朝那边走了。他朝灌木丛旁的一个羊肠小道一指。哎，既然你没有山头，要不要跟我走啊？好。少年乞丐左顾右盼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观察四周，一瞧见面善的女人，就催促英宝上前乞讨。英宝没办法，只能跑过去，可怜巴巴地向这位中年妇人伸出双手。拿去吃吧。哎，可怜家的，这么小一点就出来讨饭。英宝接过道了声谢，拿着馒头跑回来交给少年。这时又有一对赶庙会母女过来，英宝不等少年吩咐，直接跑过去伸出一双小脏手。就这样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英宝就讨回好几个馒头糕点，还有3文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宝英，你叫什么？你以后就叫我奎哥。奎哥。互通了姓名，就算承认了对方，并拜了山头。庙会结束后，奎哥领着英宝来到一个废弃破庙。奎哥回来了，从哪里捡的？庙会上。奎哥走进破庙，指了一个角落。老英，以后你就睡那儿。英宝望过去，点点头。奎哥从怀里掏出馒头与糕点。点个订阅吧。你这葫芦真好看。这些都是宝英讨来的，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小师妹。几个小乞丐都朝英宝笑。你怎么一个人在庙会啊？我跟爹娘失散了。女孩有些同情地看着他。我帮你梳头吧。不要。女孩见英宝固执，也没坚持，转身去用打火石点火煮食物。奎哥拿来一个破烂褥子给他晚上御寒，随后就在他旁边躺下。奎哥，我跟爹娘失散了，可不可以送我回去啊？到时候我爹娘肯定付你一笔银子。你确定你爹娘会付我银子？确定。可我不确定，与其吃力不讨好，倒不如把你卖去花船，到时候10两银子跑不了。英宝黑了脸，他就知道这乞丐根本不可信，因此英宝只能自己想法子。第二天，天空下起了雪粒子，土地庙里的乞丐们被冻得瑟瑟发抖。英宝虽也觉得冷，但还能忍受。他爬起来去外头解决人生大事，这才又返回。一抬头就见奎哥双臂抱胸倚在墙边，似乎一直盯着他。你偷看我！小屁孩，看你又怎样？英宝真生气了，冲过去狠踢他一脚。你不要脸！奎哥倒也没恼，拎起英宝的衣领。走，咱们去吃大餐。别拎我，我会走。英宝不满地扒拉开他的手，气冲冲地往前跑。哎，走错了，这边。奎哥几步赶上来，拽住他手臂。往这边，咱们去三星观。马上是下元节，三星观那边有斋祭，只要咱们赶得巧，就能够吃到糯米团子。道观在山上，道观门口已经来了好些人。忽然，人群里有个穿着道袍的人引起了英宝的注意。上辈子曾经有过几面之缘的葫芦吃人吴道子，没想到他年轻时竟这般模样。伯伯，你这葫芦真好看，我家也有很多这种葫芦呢。吴道子看他一眼，便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。
我家真的有这种葫芦，比你这个要大好多呢，有这么大。他张开手臂比划一下。你家是哪里？我家在秦川县川河镇。我们村都说我家的葫芦是神仙送的，摸了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呢。哦，那怎么没有给你这么好看带来好运？点个订阅吧。我遇到了坏人，他将我偷出来带到了这儿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谁说假话？谁是耗子变的？我问的是你家的葫芦。我家的葫芦也是真的，不信你去秦川县的四门镇看看，有个布庄东家就花了30两银子买了我家的大葫芦，现在还放在店铺镇店用呢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若伯伯不信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吴道子还没有回答，奎哥忽然走了过来，他脸色很不好看，一把抱起英宝就往外走。英宝挣扎几下，见挣不脱，便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向了吴道子。小友，请等一等，你是他什么人？将这孩子先放下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做什么？她是我妹妹。吴道子听闻这话迟疑了。不是，我才不是他妹妹，伯伯救我！吴道子皱眉，上前几步挡住少年的去路。小友，这不如让他下来慢慢说，到底是不是你妹妹，让他自己讲。多管闲事，快滚，不然老子要你好看！少年，说这孩子真是你妹妹，我也不说二话，但那分明不是。老子再说一遍，滚！她是我的，不是我妹妹也是我先捡到的，以后都要跟着我。英宝怒了，趴在奎哥脖子上狠咬一口，奎哥吃痛，连忙将他扯下来丢地上。伯伯救命！吴道子反应也很迅速，一把将英宝揽在身后。我认识县衙主簿，小友若是敢轻举妄动，我便带你去县衙说理。哎呦，这不是前街那边的乞丐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不是想伤人呢？敢伤人呐，就送他去县衙。奎哥果然忌惮起来，退后几步，狠狠盯一眼英宝，转身离去。现在跟我说实话，你家到底在哪儿？又是如何沦落至此？英宝这回是真哭了，抽抽噎噎的把事情始末说了一遍。我想回家，伯伯可以送我回去吗？我爹娘一定会报答你的，还会给你葫芦种子。我家的葫芦长得可大了，以后都送给你。正好我也要去秦川县一趟，不如带你一程。好啊，伯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伯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家是哪儿的？回头我爹娘会去你家里感谢你。我姓吴，老家离这很远，你爹娘恐怕去不了。吴道子牵着英宝往山下走。我带你去一位老友家暂住几日，待我把此件事情办好，就送你回秦川县。好，谢谢吴伯伯。秦川县那个杀千刀的韩氏，肯定是他苦人将我宝儿抢走了。我一定不放过他们。你别急，孙立正已经将你的状纸递去了县衙，想必不久就能给说法了啊。哎呀，春娘呐，别哭了。我这心里呀也难受，咱虽没抓到人，但有人认出其中一人就是陈二狗，那个该死的畜生啊！这些天呐都没回家，我就不信他永远不回来。孙立正带人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着人，没抓到人，孙立正便替江家写了状纸，状告陈二狗抢走孩童，又在春娘强烈建议下，状纸上加了陈老栓家的二儿媳韩氏姐妹2个。可这一等就等了几天，衙门那边毫无动静。吴伯伯，给你吃。吴道子接过2只荸荠，翻来覆去瞅了瞅。要去皮吗？洗干净了，熟的，不用去皮也可以吃。哦，秦川县城有你家亲戚吗？没有。姑母江云娘虽在县城，但银宝不知道她家住在哪儿，索性就没说。我先带你回县城，有时间呢，顺便去四门镇看看你说的大葫芦。好吧。骡车上了官道，速度便快了起来。吴伯伯，我在家跟先生学了医术呢，要不要给你切个脉？吴道子瞥他一眼，没理会。吴伯伯，先生都夸我医术精湛呢，你真的不要我给你切下脉吗？吴道子眼皮都没抬，依旧没理他。又过了一刻，银宝偷眼看了看吴道子。吴伯伯，你真的……那你切吧。估计自己再不答应让他切脉，这小妮子能嘀咕一路不带停了。银宝假模假样的伸出3根手指给吴道子切脉，但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啊，这可是未来神医呢。点个订阅吧。吴伯伯脉弦滑，微沉涩，为肝气郁结，与肺胃气机不顺，
你可是经常生气郁结吗？说着指了指吴道子的颈部。而后巨湿成疾，痰气交结壅于颈前，于是你颈部胀发，颈前肿块愈发长大。真的不错。那英宝小郎中可有医治之法？英宝思忖片刻，又从衣兜掏出几个煮熟的荸荠递过去。这就是良药。那就多谢小郎中赐药了。英宝见他继续拿起书册，并没有吃药的打算。吴伯伯，你怎么不吃药呢？吃药才能好啊。吴道子看他一眼，只好塞一支荸荠进嘴里，咔嚓咔嚓的咬起来。此后一路无话。英宝还睡了一觉，等他醒来，就见骡车停在了一个院子里。下来活动腿脚。吴道子将英宝从骡车上抱下来，放在了地上。官人在此歇脚，还是住宿？暂时歇脚，你们准备些饭食，吾等用过便走，再端个火盆过来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一族飞快跑走。英宝歪脑袋打量吴道子，心道他原来是个官儿啊。英宝也被优待，一人住了一间屋不说，还享受到店家的热情款待。小娘子啊，你母亲怎么没来呀？母太在家。哎呦，这怎么说的？大老远的，大官人就不想找个贴心的人服侍吗？吴伯伯还没到任呢，等一切安排妥当再说。先前他都听到了，那位掌柜可是殷勤的喊吴道子为冥府大官人呢。何为冥府？那自然是一县之主，县令了。原来小娘子是大官人的侄女啊。英宝，好吧，随他怎么猜。大官人说小娘子要在客栈住2日呢，正好啊，我侄女在家无事，明日让她来陪你玩可好？这事等我问过吴伯伯再说。小娘子啊，奴去买一盒荣福记豆沙酥给你尝尝，那可是咱们秦川县的一绝呢。不用了，谢谢大婶，晚上吃糕点会烂牙的。小娘子啊，这就是我侄女，今年啊刚满20，还待字闺中呢。英宝望着眼前娉婷女子，呆如木鸡，这啥意思？想拿她当跳板？奴家名叫燕如。燕如姐姐别客气，我叫宝儿，燕如姐姐叫我名字就好。宝儿。燕如从善如流叫一声，将带来的食盒打开。这是奴家从荣福记买的点心，刚做出来，还热乎呢。小宝儿，你尝尝。英宝没敢尝。我才吃了早饭还不饿，燕如姐姐不如先收起来吧。在房间来回转一圈，英宝歪脑袋打量这位燕如，身段婉约，长相也算清秀动人，不该20岁还没出嫁呀。反正闲来无事，不如去福瑞丰商行找周茂管事，自家与周茂有商务往来，他还指着自家的货物赚钱呢，总不会不理自己。与其干呢，吴伯伯，不如就让客栈掌柜送自己去福瑞丰商行吧。燕如姐姐，你知道福瑞丰商行吗？知道，宝儿妹妹也知道咱们这里的大商行。我要去那儿找个人，你能带我去吗？我有钱雇车。哪里用你花钱？姨母家客栈有驴车，奴这边让伙计去套一辆。那多谢燕如姐姐喽。没多会儿，燕如领着英宝坐上驴车，赶往福瑞丰商行。驴车驶过一个街道时，忽然发现前面有嘈杂声，几个村人正揪着一人不放。英宝看清那些村民，不由得眼睛一亮，快停车！停车！我要下去！燕如见状，连忙让车夫将驴车停下。英宝不顾燕如阻拦，蹭的跳下驴车。二伯！前面几个人中有一个正是英宝的二伯江二郎，他们正揪住陈二狗的女婿张麻子暴揍。狗东西，跑到县城来了呀？可逮着你了！说陈二狗去哪儿了？忽见一个小娃娃飞奔过来，江二郎眼尖的发现正是自己的小侄女，不由得放开张麻子脖子，连忙迎过去。宝儿，你真的在县城啊？英宝抱紧二伯脖子咧开嘴，想哭又想笑。可算找到英宝了，还不将你岳丈的藏身处说出来，等会儿送去衙门，可没有你好果子吃。我说，别送我去衙门，我都说。我真不知道岳父的雇主是谁，他说是个娘们儿，旁的一个字都没告诉我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岳父一个人干的，他这让我在桥洞下别乱跑。你们就饶了我吧，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和3岁孩童啊，我带你们去那桥洞后台还不行吗？几人拳打脚踢一番，见真问不出啥，一合计准备先带张麻子去认藏身的桥洞，留2个人在附近守着，其余人再扭送他去衙门。江二郎抱着侄女跟在大伙身后。宝儿，那驴车怎么回事啊？是救你的人吗？哎呀，英宝这才想起来自己把燕如姐姐给忘了。救我的是吴伯伯，他去忙公事了，跟在后头的是客栈娘子的侄女，暂时照看我。宝儿现在就去告诉他，请他回去。好，正好我也要去谢谢人家。
于是江二郎走到驴车前，多谢娘子照看我家侄女，江某回头再去客栈跟吴郎君道谢。现在我等要送人去衙门，说娘子有事还请回去吧。不敢当郎君的谢，奴并无其他事，今日只是负责照看好小娘子。若是现在回去，恐被姨母责怪。郎君若是不嫌弃，奴这里有车，可以等郎君办妥正事，再送你们一起回客栈。那要劳累娘子了，咱们一路恐怕要耽搁不少功夫。无妨，奴并无其他事，又有驴车代步，不会劳累。燕如偷瞄一眼江二郎，郎君不若将小娘子放在车上吧，奴的车跟在后头，不耽误郎君做事。那我就坐驴车吧。也行。于是驴车缓缓地跟在江二郎一行人身后。小宝儿，那个是你二伯伯呀？那你二伯母也来了县城吗？没有二伯母。那你二伯伯有孩子吗？二伯有2个孩儿呢。那你为啥没有二伯母呀？二伯母去世了。对不住了，二伯，哎呀，先给您扣个客气的名头，省得有人打你主意。燕如果然没再言语。几人来到一个拱桥附近，张麻子指了指桥下，咱们晚上就睡在此处。江二郎率先跑下去，查看过之后又上来。下面确实有个草屋，还有一个草垫子，像有人住过。王哥，麻烦你与大使守在附近，我送张麻子去衙门，马上就赶回来。好，你去吧。你们讲好不送我去衙门的，你们说话不算话，你们不讲信义。可你有啥信义可讲？余下俩人将张麻子一扯，拖住往县衙去。没多会儿，江二郎3人来到县衙门口，正巧遇上江三郎、春娘还有江老汉夫妻。英宝从驴车跳下，惊喜地扑进春娘怀里。点个订阅吧。我的宝儿，可受伤了没有？没有。阿娘都瘦了。江三郎也过来抱住闺女与妻子，眼眶也红了。这下好了，宝儿总算回来了，咱们都放心啦。正好，咱们呢也不用顾忌什么了。这次若不抓住陈二狗跟他背后的雇主，我绝不罢休。宝儿，告诉爹，谁将你带走的？是西城村陈昌平的妻子，韩氏的姐妹。小韩氏把我带到周河县，交给他大伯子家。好，咱们这就去击鼓鸣冤。到公堂上，宝儿就这样一五一十的说。县衙亲民堂门口的堂鼓被人敲响了。谁是韩菊娘？韩月娘？民妇韩月娘，见过民妇大官人。有人状告你们雇凶抢夺孩童，可有此事？冤枉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。我们好端端的，为何要雇人抢孩子？是啊，大官人，冤枉啊！我姐妹与江家无冤无仇，她竟然诬陷我们。可江英宝正言，她被韩月娘掠往周河县，后辗转被一吴姓男子所救，这才回到秦川县。大官人，一个3岁孩子的话怎能当真？我那时确实捡到个孩子，本想送他回家，可奴当时有急事，便将他一同带往周河县。没想到第2次去接他时，他就跑不见了。大官人，奴只是看他可怜才带他一程，并无歹心啊。没想到好心没好报，被人反咬一口，平白无我清白。英宝简直对这个女人叹为观止，这个谎话说的比他还牛。果真如此吗？英宝立刻从老爹怀里下来。他撒谎，这个女人威胁说要割掉我的鼻子，砍断我手脚，还说如果我不听话，跟别人提起自己父母是谁，他就杀了我，将我丢给狗吃。我没有说过这些话，小孩子不能撒谎。英宝眨眨眼，扑在老爹怀里叫道：爹，他可坏了，还用脚踢我，还说要把我卖去花楼，能得20两银子呢。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？小年纪就会胡说八道，都是谁教你的？你才胡说八道，我敢指天发誓，所说之言都属实，你敢吗？哼，你跟你姐姐之前还去我家想拐孩子，连邻居都看不下去，泼你一身的臭屎，于是你便花钱雇陈二狗行凶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臭嘴，小年纪信口雌黄，一忒没家教。你才没家教呢，你全家都没家教，瞧瞧你们干的那些臭事，哪样是有家教的？英宝寸步不让，叉着腰跟他对骂。你这个住口！公堂之上不得喧哗，再吵吵嚷嚷，夹棍伺候。小韩氏不敢再说了。英宝朝他翻了个白眼儿，没限令转头问被告陈二狗：将你所犯之事一五一十招来，错漏一句，刑杖伺候。小民不忿江三郎害我妻儿坐牢的坐牢，流放的流放，就与女婿商议带走他家孩子，将他丢到野外自生自灭。大官人，小民一时糊涂，并没有害人性命的意思，小民是良民，连只鸡都没杀过。大官人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回吧。你的供词似与张麻子不同，他说你受雇于人，事后会分他1两银子，此事可是真实的？
没有的事儿，大官人。小民怎么会跟他说这个？竟是那小子想讹我银子。你想啊，若真有人雇我，我又怎么会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？陈二狗一叠声的否认，让江三郎与英宝非常的气愤。这家伙一定是被人收买了。你撒谎！宝儿明明是被你交于韩氏姐妹的手中的，这会儿你还狡辩，你是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吗？我没有，你不要胡乱攀咬好人。肃静，江三郎。本官还没让你回话，不得喧哗，否则杖20。陈二狗，本官问你，堂上这2名妇人，你可相识？大官人，这2个人小民都认识，但他们没有雇佣我，真的没有，都是小民一人所为。小民愿意承担一切罪责，绝不冤枉好人啊！英宝与老爹被这狗东西气的是倒仰。梅县令见犯人痛快承认罪责，心下十分的满意，于是让犯人在招供上画押按手印，准备宣判。大官人，我女儿确实被那韩氏姐妹雇凶绑走的，您不能就这么结案。放肆！本官断案，何时用你一个乡民之债？你认为韩氏姐妹雇凶也得有证据，光凭一个无知小儿口述就揣测他们是作奸犯科之辈，你在拿朝廷法律当儿戏吗？还是认为本官昏庸，可以被你这等小民随意操控？小民不敢。哼，此案清楚明了，本官按朝廷刑律判首犯陈二狗杖40，刑5年；从犯张麻子杖30，刑3年。陈二狗与张麻子跪地磕头，心下都松了一口气。大官人，民妇还有一事要禀告。梅县令心情好，准许他说话。这么好看，实不相瞒，这江三郎家的女娃娃其实是民妇的亲生孩子，他江家一直霸着不肯归还，还请民妇大官人给民妇做主，让那孩儿归还我家。我才不是你孩子呢！我看你是贼心不死，还想要把我拐走卖掉吧？还有此等事？韩氏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民妇3年前生了一个孩儿，只因他生来体弱，早早没了气息。我婆婆认为他死了，便将他丢弃，可后来被江三郎捡了去。此事与本案无关，你们若有什么纠葛，等下一任县令上任再来申诉便是。退堂！江三郎怒火中烧，但也知道不能在公堂发作，抱起英宝就走。我才不是你孩子，坏女人！你的孩子早就被你给害死了，你还是去地府找他吧。啊！韩氏面色一僵，小韩氏对大姐这番操作也很不满，拉过她低声呵斥：“你刚才在胡说什么？这时候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以后再不可提起这件事。那孩子不是你的，就不要节外生枝。”韩氏垂下头，低低应一声，心里却是不甘心。还有，这次我家为你花了不少银子，回头就将钱还来，一共200两，年前必须还我。什么？怎么要这么多？我哪里有200两银子？你小声点，你当只打点一个人吗？这点钱哪里多了？我不管你有没有钱，这笔银子非给不可。你没有就去跟姐夫要，再不济跟你公婆要也行。三郎，咱们回家再说。哦，爹娘，咱们先去客栈，我还要跟吴伯伯道谢呢。好，爹呀，也正好要去感谢那位吴先生救了宝儿呢。吴大叔，吴伯伯公事都处理好了吗？啊，我正找你呢，咱们郎主还忙着，今儿特意叫仆过来送小娘子回家。不用了，我与爷爷奶奶爹娘一起，就不劳吴大叔送了。既如此，回头我就禀明郎主。多谢郎君与郎君主人救下我女儿。在下正想去拜谢吴郎君呢，不知可否方便？哎呀，不用客气，我家郎主说了，他只是举手之劳，顺便将小娘子带回。郎主还说，若有空闲呢，他便去你们村里看看你家大葫芦。关于你家案子还有诸多疑点，郎主让你们稍安勿躁，等下一任县令接任了，必会重新梳理此案。哦，这么好看，多谢兄弟告知。点个订阅吧。你们在县城住下不走了吗？暂时不走。哦，那你们住哪儿啊？我回家拿点葫芦种子给吴伯伯。该去哪里找你们呢？小娘子别担心，到时候我会上门去取种子。现在我们郎主住的地方是租赁的，过些日子便会搬家的。好吧。与吴瑞告辞后，全家一改愁容，渐渐欢快起来。等合工结束啊，就快到腊月了，到时候我再来县城一趟。我也要来。上辈子韩氏与自家打官司的时候，那县令可不是吴伯伯，这说明吴伯伯在之后的1年半内出了什么意外，导致他不得不辞官离开。无论哪样，英宝都不想任其发生。爹，你来赶车吧，我呀还要去上合工呢，就不送你们回去了。好，那你小心些，那边好像有载客旅车，你雇一辆车回去，也省些脚力。好。江三郎跳下车辕，目送老爹赶车离开。爹，你可要早点回家呀。你们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直到骡车驶出很远，渐渐看不见，江三郎才转身，顺着官道慢慢的朝县城走去。江老汉赶车回到家已是傍晚，英宝一进门就见2个弟弟飞奔而来，抱住姐姐哇哇的哭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不哭了哦，看姐姐带什么给你们。
英宝取出在县城买的书籍字帖，与笔墨纸张。你们要好好念书，以后长大了去当大官。第二天，英宝还没去学堂，温夫人便带着女儿与儿子过来看望。英宝，抓你的坏人伏法了吗？他们被判了5年。据说是韩氏姐妹雇人行凶，那韩氏怎么判的？陈二狗将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宁府判韩氏姐妹无罪。人回来就好，以后每隔1天我来你家给你上课。不用麻烦先生，我才不怕坏人呢。几人聊了一会儿，温夫人带着儿女告辞离开。临走前，温叔又将一本书送给了英宝。这几日你就在家休息，这本《神农百草经》你抽空看看，以后我要抽考你。接下来几日，英宝恢复以往的生活。这么好看，这天一大早，点个订阅吧。咱们做红枣馒头。红枣馒头好吃。娘俩正在揉面团，隔壁王二婶走了进来。春娘啊，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春娘将揉好的馒头摆上了烛屉。我跟你说啊，春娘，西村陈老栓家的二儿子与媳妇儿在县城被人给打了。真的？打成什么样？缺胳膊少腿了没有？哎呦，陈昌平啊，脑袋被打破了，他婆娘啊，脸肿成了个猪头。该，坏东西就该被收拾。这打人的被抓到没有？哎呀，听那话音啊，好像是没抓着。今儿个一大早啊，我去西村可看了回大热闹。啥热闹啊？哎呦，你可不知道啊，陈老栓家几房儿子媳妇闹分家了，那陈大郎也从县城回来了，都要跟他二兄弟动手了。哎呦，春娘搬个板凳坐下了，说来听听。英宝也端来一碗红糖粥，给王二婶儿。二婆婆快说说。哎呀，好喝啊。哎呀，听他们家呀左右邻居讲，昨儿那陈昌平夫妻一回来就跟他爹娘要钱，一开口的妈的就是200两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200两啊，那得是多少钱呢？咱这一辈子都挣不到哦。春娘与闺女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王二婶儿，等她下文。结果你猜怎么着啊？陈老大当时就翻脸了，还说他这么些年挣的钱给二弟读书也就罢了，今儿还要给弟媳还账啊！这不日子没法过，不如分家算了。哎呀，这粥确实好喝啊！哎呀，接着说啊，既然老大提出分家，那陈老栓的3儿媳也要求分家另过。哎呀，3房陈昌海可是去服兵役去了呀，家里就剩他媳妇儿跟个5岁的娃。说来呀，这3房媳妇儿也厉害，当即回娘家请来家里长辈，要求公婆也给200两的分家费，还说都是一样的儿子，既然给2房200两，那就必须给他3房也200两，否则没完。哎呀，我先把这粥喝光了啊！这不，陈逢是拿了绳子要去上吊，被人给拦住了。陈老栓气得把家里盆盆罐罐都砸了，跳着脚让二儿子休妻的。英宝眨眨眼，若有所思。上辈子陈家可从未要二儿子休妻，他家也没分家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哎呦，春娘呐，我可是特意回来告诉你的。等会儿啊，我还要去瞧瞧呢。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英宝啊，他们敢来抢咱们的小仙童啊！呸，就他们一家子倒霉。走了啊。娘，要不咱们也去瞧瞧热闹？有啥好瞧？耽误事儿。等会儿啊，咱们杀只鸡，中午炖鸡庆祝庆祝。吃完饭，大妮儿与二妮儿坐在英宝炕上闲聊。明儿大成哥哥就要定亲了，家里要来好多客人。是楚家村的姑娘吗？说是楚家村村正的小闺女，叫楚曼。楚曼，怎么与前世不一样了？上辈子大哥江城娶的妻子可不叫这个名字。对啊，听说楚曼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她上面2个哥哥1个姐姐都已经成亲了。大伯娘说等大堂哥定完亲，就给大妮姐也定了。你要你多嘴。别呀，难道不是吗？那天我可瞧见小姐夫了。哎呀，还说。大妮儿将妹妹扑倒在炕上，挠她嘎吱窝。二妮儿嘎嘎大笑。哎，大姐定亲那个是谁啊？不许说。叫张小栋，是镇上张姨婆的小孙子。英宝愕然，这好像也不对。上辈子大妮儿姐姐的夫婿好像是刘家村的那个少年。大妮儿假装生气，拍了妹妹一下就不理她了，自顾自的绣花。英宝，今儿我瞧见西村那个陈昭了，就站在石拱桥上往咱们学堂望呢。要不咱们下晌去西村那边瞧瞧热闹？不去，阿奶不让我带着你瞎跑，万一再遇到坏人就糟了。
上次那事儿的阴影还在，二妮一直忘不了那一幕，简直是一辈子的阴影。翌日，江家大孙子定亲，要请不少的客人。春娘一大早就去大嫂家帮忙。哟，这是谁家的双胞孩子呀？是我家的女孩呀，是我家长女英宝。英宝，小杰、小五，快叫伯娘、婶娘，点个订阅吧。伯娘好，婶娘好。小杰、小五也跟着行礼叫人。一圈倒过来，轮到那个小娘子，英宝也叫了声姐姐好。你就是三婶婶家捡来的那个送子童子吧？我还以为有3头6臂呢，原来就是一个小孩子呀！外面传的果然不可信。我去，众夫人一听都有点尴尬，春娘也瞬间沉下了脸。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虽然是捡来的，可不是什么送子童子，也没有3头6臂。小杰、小五忽地挡在姐姐面前，你才是捡来的，你全家都是捡来的。英宝见状，赶紧拉着2个弟弟出屋。娘，我想回家。妇人拍拍闺女的手安抚，转头对春娘说道：他三婶啊，我闺女儿说话直，你可别介意啊。哪里话，都是孩子呢。我那儿子才3岁，有些口不择言，祝大嫂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是啊是啊，都是童言无忌。过了一会儿，春娘回来了。宝儿啊，别跟旁人一般见识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旁人说啥都是放屁。英宝嘿嘿一笑，蹭蹭阿娘。是啊，他跟爹娘弟弟才是一家人，为何在意旁人的言语啊？转眼到了腊月，义工终于结束，村民们陆续回家。这什么时候伤了肩膀啊？哦，忘了。这么长一条，应该流了不少血吧？江三郎没有做声。明日大妮儿定亲，你这个做叔叔的也得去捧个场面。你也好好打扮打扮，咱一家呀都去。英宝，我是来跟你告辞的。明日母亲带我们去府城，估计等明年3月份才回来。温姐姐，你能不能别走？我父亲已经1个多月没有音讯，我与母亲非常担心。我们去府城也是想打听一下，徐州那边究竟出了什么事。不会写信去问问你家亲戚吗？阿娘说，与其干等，不如去一趟府城看看，那边消息灵通，不像小山村闭塞，有什么消息都能知道一些。那你与温夫人真的能明年3月回来吗？无论如何，这么好我们都会看，回来。点个订阅吧。温姐姐，前阵子我做了一个不好的梦，梦见你的家被抄了，你和弟弟失散。你别笑，我的梦最灵验了，你与先生千万要当心。我回去会跟阿娘说，让她给你解梦。温叔带着弟弟离开，临走时将带来的几本医书留给了英宝。我与阿娘不在的日子里，你要好好看书，有不懂的就记录下来，等我与阿娘回来后为你解答。英宝点点头，抱住了温姐姐。温姐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也照看好你弟弟。我做的梦里，你与弟弟失散了，之后很多年，你再也没有找到他。多谢英宝提醒，我一定看好他，不让他乱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既然不用上学，英宝便提出要去南坡新家居住。春娘跟丈夫一合计，就决定一家子都搬去南坡。江二郎见三弟一家搬去南坡，索性也带着儿女住进了新家。一晃1个月过去了，明天大吉了，你看看这家里还缺什么，就添置些。这今年啊，来咱家拜年的估计不少，你多预备些肉菜啥的，好招待人。行，明儿个让大成帮我赶骡子去，也好多买点东西带回来。哦，对，豆腐就不要买了，咱爹说呀，今年自己做，到时候每家分点。那我再买几条鱼回来。你们说那小仙童究竟是谁家丢的呀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啊，是他自己从仙宫溜下来的。那你说他娘亲是谁？为啥好端端把个祥瑞小仙童给扔了？他亲娘瞎了眼呗。那你说他亲娘会不会真是陈老栓家儿媳啊？你可拉倒吧，怎么是他呢？那女人又阴又毒，上回他家那大闺女还被他打得头了河呢。就是那种女人也配生个小仙童？所以说那孩子根本就不是陈长平家的，你们都别瞎操心了啊！你们小声点，陈老栓来了。好吗？走了。日子一晃，已经过了正月15。英宝正准备跟爹娘说去县城的事儿，忽然就听见院子里吵吵嚷嚷：为什么抓我夫君？有人状告江三郎行凶伤人，县尉令我等前来拿人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咱们跟去。自己必须跟老爹一起去县城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县尉只是带人去问话，说你家三郎没做过，很快就会放回来。春娘一点都没被安抚到，因为她一直记得
丈夫肩膀上的伤疤。三弟妹，你留在家里照看孩子，我去吧。江二郎心里也有点慌，连忙揽过罗车缰绳：“你去了也不顶事儿，还是让二郎去吧。”我一定要去，还请大嫂帮忙照看一下小杰、小五。我要去。随即，江二郎赶车，带着弟媳与侄女跟在衙役的车后头行驶。下午，罗车进了县城。明日大官人会开公堂审理，你们明早可以过来听审。多谢大哥相告。江二郎谢过捕快，带着弟媳与小侄女来到了高家店客栈。第二日一大早，燕如姐姐，宝儿呀，又看到你了，奴很欢喜呢。燕如姐姐怎么在客栈呢？今儿姨父出门办事，姨母让奴来客栈帮忙。英宝，赶紧洗漱，咱们还要去衙门呢。吴大叔，吴伯伯在吗？在后堂议事呢。吴瑞将他朝旁边带了带，悄悄地提点：有2个姓陈的告你爹蓄意行凶，如果你爹有不在场证据，这事儿就不大。我爹爹是好人，才不会行凶呢。我只能说这么多，赶紧去吧。再有1个半时辰就开堂审案了。谢谢吴大叔。英宝噔噔噔跑回去，将吴瑞的话告诉阿娘与二伯。我得回去找证人。三弟妹，你带着英宝在此不要乱走。好。娘，咱们还是请个讼师吧。温夫人说打官司有讼师帮忙肯定赢。啥是讼师啊？哎呀，跟我来。英宝知道一时两时说不清，还耽误功夫，索性拉着阿娘就往那边巷子跑。走进一户门前，看到门口有几个孩子在玩。请问宋文瑜宋先生住哪儿啊？不知道。英宝也不气馁，一路走一路问。请问伯伯，你知道宋文瑜家在哪儿吗？在屋里，在屋里。我问的是帮人打官司的宋文瑜，伯伯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他就在屋里躺着呢。我是他爹，还能不认识他吗？英宝还是不信，打量四周，见旁边有人朝这边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大叔认识宋文瑜吗？那就是他爹，前几日4小子被人打断了腿，正在屋里躺着呢。宝儿啊，那什么宋文瑜真是宋师啊？确认了大黄牙，真是宋文瑜的爹，英宝才敢跟他进屋。阿四，你老相好带孩子来看你了。春娘顿时黑了脸。我们是来请宋文瑜先生帮咱们打官司的，伯伯你可别胡说。他已经认出来，倚在床头的那个青年正是宋文瑜。你们有什么官司要打，先说来听听。英宝便将自家与陈家的纠葛说了一遍。现在陈家诬赖我爹爹行凶打他们，告到县尉那儿了。昨日已经将我爹关到县衙里了，我想请宋先生出面辩护我爹无罪，如果可能，我还想反告他们雇凶抢孩子。我可以帮你们打这个官司，但需要20两的出师费。没问题，但如果咱们输了，我只能付你2两哦。好，那你也必须保证，你与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，否则20两分文不能少。我敢保证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韩氏就是姑兄的主犯，那小韩氏还亲自将我带到周河县，之后又给周河县陈大家2贯钱让他们看牢我，没想到他们贼心不死，现在还要害我爹爹。宋先生什么时候能去？再过1个多时辰，县衙就要开审了。给我半个时辰梳理诉状。那我跟我娘先去县衙门口等你，咱家的骡车还在那边，你就到那里找我们吧。行，你们先去吧。英宝与春娘从宋家出来，立刻回到县衙门口。半个时辰后，宋文瑜由他爹宋大牙用竹椅子背来，向衙役递交了诉状之后，来到春娘英宝跟前。我已经把诉状递上去了，回头你跟我进去。就你的那位吴姓官人，真是新上任的县令？就是不知道吴伯伯肯不肯给咱们作证。我只是跟你确认一下。咚咚咚咚，堂鼓敲响，各班衙役陆续进入公堂。就听堂内县尉大喊：“带原告上堂。”原告就是陈光禄与陈昌平夫妻。他们被叫进公堂不久，衙役又带来了江三郎。春娘抱着闺女赶紧的跟进去。县尉是陈光禄的上司，更是视陈光禄为心腹。英宝不相信他能不偏袒属下。堂下被告报上名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小民江三郎见过官人。陈昌平夫妇、陈光禄夫妇状告你蓄意行凶，打伤他们，你可认罪？小民不认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认罪？是想让本官动刑吗？小民没做过，如何认罪？
你没做过，那好，我记得当时刺中你肩膀，这不妨让官人看看你肩膀有没有刺伤。昨夜你不是看过了吗？陈都头，你还让人用木刺戳我的肩膀呢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是想制造一个假证出来吧？他肩膀处那个伤疤早没了，就是用自家精品金耳碎屑给搓没的。胡说！你这个刁民，竟敢在公堂上污蔑官衙！是不是污蔑？咱们看看就知。江三郎，你不妨将肩膀露出来给官人看看。宋文瑜还没来得及跟江三郎沟通，还不知道他肩膀有伤的事。江三郎也不管堂上还有没有其他女人，直接将自己上衣脱去，露出了血肉模糊的肩膀。陈娘见状惊呼一声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英宝很气愤，更心疼老爹。这明显是新鲜伤痕。陈都头，江三郎这伤真是你带人做的呀？放屁！你又是何人，竟敢在公堂上污蔑本都？哼，我受江家委托为江三郎澄清事实，还他公道。我的诉状已经呈上去了。既然陈都头觉得是污蔑，不妨让仵作来查看江三郎的伤口，是用木刺刺的新伤，还是1个月前的旧伤？陈光禄脸色难看起来。昨晚他确实让人戳了江三郎，县尉曹参没料到陈光禄还弄了这么一手，这会儿自己想偏袒都不敢太明显，一拍惊堂木，带仵作前来验伤。禀曹官人，此人伤势是新伤，为钝器所致，皮肉外翻，未伤及骨头，似是竹剑或木刺留下来的伤口。曹参闻言皱起眉，挥退仵作，转头问陈光禄：你怎么说？我没有做过。曹官人不妨将昨晚当值的牢头叫来问话，陈都头到底去没去县衙大牢，一问便知。而且那牢里还关着其他犯人，再不行问问他们也行。曹参不想让这案子牵涉的人更多，避开宋文瑜的问题，这么好看，江三郎点个订阅吧。被告江三郎，既然你觉得自己无罪，那你可有人证？官人想要什么人证？可以证明你那日不在场的证人证据。有，那日公堂结案后，我便带着家人出了县城，当晚就回到了河工工地。这些我家人可以作证，我的工友也可以作证。他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早早的跟好几个本村的工友都打好了招呼。你说谎！那日潜入陈家行凶的歹人虽蒙面，但他身形错不了，就是你江三郎。官人，你可要为咱们做主啊！这只是你一面之词，全是猜测罢了。而且你们既然觉得就是江三郎所为，为何不当场抓住他？你陈家可是有好几个人呢。江三郎又不是3头6臂，也不是江湖高手，独自一人能打得过你们4、5个？当时咱们并没有在一起，我与夫君在家好好的，忽然就进来一人对我们暴打，我与夫君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。确实，他力气奇大无比，寻常人根本不是他对手。对，他一直捶打我头脸，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呀。要说陈昌平打不过倒也罢了，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又没与人打过架。可陈都头，你可是衙门数1数2的高手啊，为何打不过一个庄稼汉？还是说江三郎有拳脚功夫，或另有帮手？他当然有帮手，那天就是他3兄弟一起行凶的。去带江家兄弟过来。是。宋文瑜并不着急，还向县尉提出保释江三郎就医的请求。县尉本不愿，可一抬头就瞧见明府正站在一堂柱旁边冷眼的旁观，哎呦，不由得头皮一麻，赶紧同意。于是春娘交了2两银子的保释金，带着丈夫回到高家客栈。第二天下午，庭审结束，江家人开心到不行，立刻支付宋文瑜20两银子的诉讼费。转眼正月已过，到了2月，这天英宝正在家里熬药。英宝，告诉你一件趣事。这么好看，啥趣事？点个订阅吧。陈家叫来了很多人，小韩氏的3个孩子被陈光禄大哥大嫂送到了陈昌平家。那陈大还说，都是韩氏跟陈昌平害了他兄弟，因此小韩氏这3个孩子必须由陈昌平家抚养。3个孩子？对呀，就是3个，3个女孩。你这熬的啥呀，这么难闻？养荣丸。嘿，那陈昌平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捏鼻子认下呗。他可不敢把几个孩子扔出去。这下好了，他一个人要养活5个女孩，嘿，估计连饭都要吃不上了。这一下陈昌平家可有热闹瞧了。侄媳妇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没哪个正常人能悄摸的上别人家门，还像鬼一样的偷窥别人家屋内情况。我来找那个捡来的小孩玩，你为何这般态度？我家宝跟你玩不到一处，大成媳妇儿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可我就是想跟他玩。英宝走出屋子，站在阿娘身边。
哎，大堂嫂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我16了，小孩跟我出去玩不？哦，原来都16了呀，我还以为你才2岁呢。哼，我可不想跟个2岁痴儿玩。你小杂种，敢骂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春娘怒了，抄起一把笤帚就拍过去了。滚出去！即便这楚曼是新嫁娘，这春娘也不想再惯着她。楚曼不是真傻，眼见春娘举着笤帚疙瘩真抽啊，吓得转身就跑了，一直跑到了院子外头。再敢踏出我家一步，定要你好看！江大嫂与二妮儿、大妮儿闻声出来，便将目光投向那个新嫁娘。楚曼朝地上一坐，娘，他们家都欺负我，我要回家。江大嫂与春娘对视一眼，各自转身回家。大妮儿没回去，而是跑去了二叔家。咱们不要看他，越看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给我起来！你们一家都欺负我，你在这里装什么死？香橙脑袋正晕眩着呢，被他这么一通的撕扯，眼前一黑，忽然又晕过去了。从灶房提起赶过来的江州市一进屋就见到这一幕，吓得目眦欲裂，扑过去猛地推开了楚曼。大成，你醒醒啊！娘，张家都不是好东西，一个个的都欺负我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江州志忽地转身，2步来到楚曼跟前，赶紧回家去吧，咱们江家要不起你这样的儿媳妇儿。哎呀呀呀！楚曼被打懵了，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实打实的被人扇巴掌，心里竟也开始害怕，飞快跑回了新房，重重的关上房门。没过多久，江泉赶着骡车带来了李郎中。娘，李郎中请来了。快请李郎中进来，你大哥昏过去了，我刚把他掐醒。李郎中拎着药箱走进屋，就见炕上躺一个10几岁少年。我真后悔当初没等大郎回来再给大成定亲，这么草草定的，果真不是个好的。大三婶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大嫂啊，你没问问大成是啥意思吗？他还能有啥意思啊？还没洞房就差点丢掉一条小命，这以后还敢近他身吗？要不就以大成的伤势做由头，让他们楚家过来接人。还能这样？怎么不能这样啊？他楚家姑娘差点害死咱们大成，昨儿楚家送亲的人哪个不知？这万一他们不来接人呢？那就告诉楚家不来接，咱们就报官，由官府来断。好，我这就去跟大郎商议商议，让他找人去楚家村递话。大伯娘，我给大成哥哥配点药，让他这几天都好好睡觉。你们就跟那家人说，大成哥哥已经昏迷不醒了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的赢面也会大一些。好，我就这么告诉大郎。周氏起身告辞，咱们大人商议事情，你一个小娃家插什么嘴啊？万一哪天你大成哥哥后悔，岂不怪到你头上？我才不怕他怪，我才不怕他怪，而且大成哥哥才不会后悔。你才几岁啊，晓得啥？我都满4周岁了，我什么都晓得。春娘无语。下午，银宝给江城端去一碗黑黑苦苦的药汁儿，看着他喝下，入睡以后才蹦蹦哒哒回家。第二天中午，楚家终于来人。哎，孩子伤得不轻，曼娘确实过分了。长须老者闻言勃然大怒，转身出了屋子。实在对不住，都是老朽教子无方，竟让他将曼娘教纵成这个样子。老朽这就将曼娘带回去，好好的管教。只是这退婚一事，还请亲家公斟酌一二。楚翁，不是我不斟酌，这事关我儿性命，这儿媳妇我家千万不能再要了。既然这样，曼娘我们便带回去，但咱们2家请示照旧。反正令郎与曼娘也没成礼，不如换个人选与令郎成亲如何？不成，这成何体统？楚太公这提议好呀，江兄还是答应吧。楚家有好几个正当龄的小娘子，品貌都不错。这时楚曼被叫了出来，一见到来人就跑过来，大声嚷嚷：大爷爷，你们总算是来了！张家人都欺负我，我要回家。亲家公，今日我先带这个孽障回去，改日必然登门致歉。楚太公朝江大郎抱拳拱手，带着楚曼登上马车。楚太公一路沉默不语，看都不看一眼缩在马车角落的侄孙女。江城还没醒，楚家那边又来人了。最让江家无语的是，他们竟然还抬来一个花轿。楚族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亲家公，这是我楚家最出色的孩子，年纪与令郎正相当，品貌啊绝对配得上令郎。楚楚啊，快来拜见你公爹婆母。楚楚拜见爹娘。
周氏气得直接转身回屋。楚组长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您这是倚老卖老，欺我江家无人吗？亲家说的哪里话呀？我也是为了两家修好，这才挑选个妥帖孩子过来。哎呀，你家若实在不愿，不妨让这孩子先留下照顾令郎，等令郎身体康复，你再遣他回家也行。这是我楚家的歉意，亲家公也不必推辞。这像什么话？我儿自有人照顾，楚组长就不用费心了。若你们真觉得歉疚，还请将我儿的婚书以聘礼还来就行。这里共有150两银子，定亲的给30两，还有80两聘礼，另有些零碎物件，我便私自折算成10两加上，其余30两，则是给令郎的医药钱，还请亲家公过目啊。接过银子与婚书，确认无误后，让江泉搬去屋里。江泉与大妮儿又将楚曼陪嫁的东西一一搬出来，交给了楚组长。随后楚组长告辞，江大郎也没挽留。你怎么没跟他们回去？我不能回去。为啥呀？他们逼你了？我若回去，弟弟就不能进学堂了。大妮，进来，把门关上。大妮儿缩缩脖子，赶紧迈进自家院子，将院门关上。楚楚转身朝外面慢慢走着，在墙角捡起自己的包裹，拎着往一处草堆后一坐，双手抱膝，开始发呆。一抬头，忽然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4、5岁的小娃娃。你怎么不回家呀？不想回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楚楚。小妹妹叫什么？你也是江家的孩子？英宝点点头。那你不回家，晚上准备睡哪儿呢？楚楚想了想，指了指身后的草堆。我能睡这里吗？不行，你不可以睡这，晚上有狼。这是南坡，周围还没有人家，晚上时常会有野兽出没。楚楚闻言一惊，有些一筹莫展。你真的不打算回家吗？我不能回家。那你是想嫁给我大成哥哥咯？我这么好看，我也不知道。点个订阅吧。我大成哥哥不一定喜欢你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我没想过让你哥哥喜欢，我就是不能回去。哎，别哭了，我就是实话实说，我没有调侃你的意思。我知道。你留在这儿，你爹娘不担心吗？我没有娘，爹爹他。英宝明白了，感情这就是个没娘疼的可怜孩子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你要是不介意，可以帮我干活，我给你找地方暂时容身，也会付你报酬。但你不能以这个为借口赖在我家，更不许对我大成哥哥有什么企图。你可愿意？好，我帮你干活。好，那你跟我来吧。楚楚站起身，拎起包裹，跟在小娃娃身后。英宝将他带到自家菜地旁边一间茅屋前。你以后就住这儿吧。谢谢妹妹。回头我给你抱床被子来，晚上你要把门拴好，任谁叫也不能开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楚楚开心到不行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英宝见着姑娘没有不满，松了口气，转身回家跟阿娘说起自己留人的事儿。春娘倒也没说什么，翻出一床旧被子送给了楚楚，之后又拿了2个不用的陶罐给她，还给了小半罐米，让她自己烧水煮饭吃。谢谢婶婶，以后婶婶有什么活计就叫我一声，我啥都会做。我这儿没活计给你做，你就听宝儿的吧，他让你干啥就干啥。第二天，英宝便安排楚楚帮自己开荒翻地，扩大菜园子。事实证明，他没看走眼，这个楚楚非常的能干。英宝十分满意，当即送给他一个煮鸡蛋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赶快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以后做饭的时候可以拔点菜做着吃，回头我给你拿点盐巴来。这日，二妮儿跑了过来，一把拉住英宝往回走。大妮姐找你问话呢。来到大伯家，就见大妮儿气鼓鼓的瞪着他。英宝，你怎么留那楚家姑娘下来？我雇她帮我干活呀。干嘛雇她？你不知道她是楚家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啥顶替啊？大成哥哥与她又没有婚书，她现在与咱们江家就是雇佣关系，其他的啥也不是。那你也不能留她呀。哎，我要是不留她，她再不肯回家，那晚上睡在草堆里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怎么办呢？大妮儿愣了愣，沉默了。咱们呢，还不如英宝这孩子想得透。你我也是一时气愤，现在想想也是，楚家那孩子到底是个姑娘，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待在外头。咱这南坡冷冷清清的，万一出个什么事儿，那才是真的麻烦。还不是那楚家族长出的馊主意。随英宝折腾去吧，只要别牵连到大成就行了。有英宝看着，再怎么也不会牵连到大成的，你放心吧。
楚楚姐姐，这里是3贯钱，你数数。真的都给我？哼，是啊，这是你1个月的报酬，咱们说好的。这楚姐姐可算帮了自己的大忙了。英宝，我能把这些钱都带走吗？你爹娘会不会骂你？这是你应得的报酬，我爹娘为啥要骂我呢？你以后要是继续跟着我干，我还会支付你报酬的。我跟着你干。英宝，我能不能先回家一趟？当然可以，马上就下收了，我会放你1个月的农假。谢谢你，英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楚楚背上自己的小包裹，从茅屋出来，迈着轻快的脚步出了竹篱笆墙。快上车吧，咱们送你回去。楚楚紧抿嘴唇，低低一声，爬上了骡车。婶婶，谢谢你们。傻孩子，谢什么？咱们正好要去镇上，顺便送你回家。楚楚知道徐婶婶是故意这么说，因为楚山村跟镇子可不在一个方向。点个订阅吧。二郎前阵子跟我说了，等农忙结束，他就娶亲。我问他是哪家姑娘，可是要咱们去女方那边探听探听。结果他说不用，都探听过了，叫我不要操心。哎呦，我能不操心吗？这是好事儿啊！不知他二伯的婚期定在哪一天啊？他说就这个月28日子呀，他找人算过，说是最好的了。还有10来天，那会不会太赶了？成亲的物件也都没准备呢。二郎说他都准备好了，不用咱们操心。哎呀，也不知他都准备了啥，这么神神秘秘的，竟将咱们都给瞒住了。二伯没说女方叫啥名吗？说是叫陆艳茹，名字倒是不赖，也不知人品如何。陈娘一愣，哎，你们在这里做啥呢？鬼鬼祟祟的，又想搞啥坏事啊？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？你准备上哪里去？才会路过三郎家门口？该不会又来打什么坏主意吧？就是路过，这大路朝天，你管我们去哪儿啊？大路朝天？跑到咱们东村地盘，还敢说大路朝天？你咋不去上天呢？揍他！敢在咱三哥家门口转悠，铁定不是啥好货。你们又想来偷孩子是咋地？对，肯定不安好心。西村人一见势头不对，撒丫子就跑。如今他们西村人呢，在东村走动都被怀疑是去偷孩子的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农忙结束，很快就到了5月28，江家又开始办喜事了。这次是江二郎娶妻，新娘家也没人来送亲，嫁妆就是2口红漆木香。燕如婶婶，你为何嫁给我二伯伯呀？因为你二伯伯人好。哦，你真有眼光。我二伯伯不仅人好，长得也好看，是吧？燕如俏脸红了红。英宝还想再说点什么，人已经被人腾空抱起来，然后被送到了新房外面。宝儿乖，去找二妮玩吧，明早再过来跟你二伯娘说话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哼，果然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，忘了侄女。亏得燕如姐姐，还是我领给她认识的呢。哼！英宝鼓着小嘴儿去找二妮姐姐。二妮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没哭。英宝，你说我爹以后会不会不喜欢我和胡子了？怎么会呢？你们是他的儿女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可是他现在娶了新娘，以后还会有其他儿女。我听人说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所以，今晚你跟我睡吧。二妮点点头，跟着小堂妹往三叔家去。昨夜，二妮说了很多担忧的话，还哭了好几场。第二天醒来，似乎全忘了，欢快的跟英宝讨论手里的银子该咋花。等你以后出嫁，用自己攒的钱在县城买个铺子，以后便是不做买卖，租给别人，也能每月赚银子。所以你现在呀，得多多攒钱才行。那在县城买铺子要多少银子啊？那要看地段了。地段好的话，一间铺面总也得要个200两的吧？什么？这么贵？二妮盘算了一下，再联想自己手里的银子，好像也不是特别多。吃过早饭，春娘领着孩子们去看新娘。吴伯伯，你还认不认得我呀？想不认得都难。你今儿怎么想起我了？我配了一副好药，特意来送给吴伯伯。哦，什么好药？
江二郎拘谨地扛着竹筐站在大太阳底下，吴瑞上前给他搭把手，将竹筐抬进了藤架下。英宝从竹筐里一样样的往外拿东西，嘴里还嘀咕着：我家的杏子熟了，昨晚上我特意打了一些带给你尝尝。还有这包金耳是我自己种的，给吴伯伯你煮着吃。我要呢。原来在这里呀！点个订阅吧。这是我给你配的药丸子，吴伯伯你一定要吃哦，一天1颗。吴道子坐起身，揭开了罐子盖，瞬间闻到一股说不出的清香。这药丸子能治什么病啊？啥病都能治。吴伯伯你一定要吃啊，吃了身体才好。你这小妮子可真是鬼灵精。吴道子笑了，说着将手里的药丸送嘴里嚼吧嚼吧咽下去，点了点头。酸酸甜甜味道不错，里头好像有山楂。英宝尴尬笑笑，偷眼看他脖子处的瘤子。吴伯伯你可别不信，我的药最好了，连陈柱都被我治好了呢。陈柱是谁啊？就是陈组长的儿子啊，他大腿受了重伤就快死了，结果被我给医好了。你说我厉不厉害？厉害。所以吴伯伯你一定要好好吃药，这样你脖子上的这个疙瘩就不会再长啦。吴道子若有所思，又拿起一颗药丸子查看，还闻了闻。吴伯伯，我家还种了不少棉花呢，可以织布，也可以做棉衣棉被什么的，比苎麻强多了。你要不要瞧瞧？他知道吴道子若想在年底考核脱颖而出，就必须在任间做出1、2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什么棉花？英宝从竹筐底下扒拉出一包棉花，还有一坨棉线与一块棉布，一一展示给吴道子。吴道子接过仔细观看，这是什么物种？你们从哪儿得来的？这是我家种的棉花，种子是我从货郎那儿买的，据说是番邦的种子，我家去年就种过了，亩产有好几百斤呢。你那里有多少户人家种的这个？大概有10几户吧，他们种的不多，每户只种了几亩地，没有我家种的多。他们的种子也是你家给的？现在还这么好看，是啊，点个订阅吧。不过我家的棉种都分给乡亲了，等秋收以后，我家就又有很多的棉种啦。吴道子腾地站起身，目光灼灼地望着英宝。小英宝，这种棉花真的能亩产几百斤？若是良田，应该不止几百斤。我家去年2亩多地，产出近1000斤的紫棉呢。今年我家又种了20多亩，估计能产出10000斤的棉花。吴道子激动的眼睛发亮，背着手来回的走几步，忽然转身往外去。府城魏家想给韩氏翻案。府城魏家，你如何知道？陈宝便将陈老师去府城带回一群人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反正我不是陈家的孩子，吴伯伯，你一定不要听信别人的话。英宝将想说的话都说了，这才告辞。我要回家喽，吴伯伯，你要是有空就去我家那边玩。等到秋天，我种的大葫芦就长大了，到时候我送2个给你。好。英宝蹦蹦哒哒去找二伯，回头还不忘叮嘱：吴伯伯，你一定要好好吃药啊！等过一阵子我还来，我家的梨子也快熟了啊，还有桃子。吴道子笑着颔首。这天楚楚回来了，还带着他的弟弟楚燕跟楚清。英宝，他们就是跟来看看，没别的意思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呀，你可以带他们去周围转转，树上有杏子，你摘点给他们吃吧。等会儿再跟我去水塘那边捞点虾，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吧。谢谢英宝。于是一大群孩子扛着竹竿与抄网去打信捞虾。自从确定这楚燕就是上辈子的楚燕以后，英宝便时刻揣着一颗愧疚之心。楚燕哥哥，你喜欢吃桃子吗？楚燕看一眼面前的桃树，点点头。那等再过10来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你来我家，我摘桃子给你吃。这么好看，好，点个订阅吧。你认识这个吗？西域葡萄。啥？这个就是西域葡萄？哦哟，英宝很惊奇哎，他上辈子听过却没有见过，因为那玩意儿只京城的达官贵人家才有。一点都不好吃。还没长好，自然不好吃啊。介绍完家里的果树，英宝又说：
我教你们怎么种金耳吧。楚楚与2个弟弟看得仔细，认认真真的学了2个时辰。第二天一早，楚燕与楚青带着英宝送给他们的5罐金耳菌丝回家。英宝，咱们现在做什么？咱们去竹林那边砍竹子吧。好，咱们就去砍竹子。楚楚拿上英宝给的新斧头，又背上一个背篓，跟着英宝去竹林。大妮儿与二妮儿也跟来凑趣儿。哎，英宝，我突然想吃好吃的了，可是我没银子买。我有啊，怎么赚的？最近换季了，我把闲置物品全挂到了闲鱼，赚了可多银子啦。这么神奇吗？是的，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，轻松就回血啦。闲鱼真的太神奇了，那我等会儿也试试。好的好的。听人说竹林里有竹姑娘，拿来做菜味道可鲜了，可我一次都没有见过，你见过吗？我家那边的山里有毛竹林，不过是别人家的，那里能采到竹姑娘，做菜煮汤确实很鲜。什么是竹姑娘？就是一种菌菇，也叫竹荪。等我什么时候回去采点，带来给你尝尝。英宝点头。几人来到竹林旁，先打草惊蛇，之后一步步往里走。就从这里砍吧，将细小的砍了，留下粗竹子。好。楚楚与大妮儿开始砍竹子，英宝与二妮儿把他们砍下的细竹子拖出竹林，堆放在一旁。4个小姐妹正干得起劲儿，忽然有几个人快步走过来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干活啊。我来帮你。不用。英宝才不想跟这个魏家小屁孩啰嗦呢。你不累吗？我让侍卫帮你好不好？不累，你让开，你别挡道。英宝丢掉竹子，继续进竹林去拖下一波。魏战也想跟进去，被他的侍从拦住了。小公子，这头会有蛇，你可不能进去啊。别人都不怕蛇，就你怕，你还不如一个几岁的小娃娃，我要你何用啊？侍卫垂下脑袋，无言以对。这时陈昭与陈甜甜气喘吁吁赶来。哎呀，七公子，你跑这里做什么呀？哎呀！陈甜甜拿帕子要给魏战擦汗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！离我远点。七公子，大公子让我们带你四处逛逛，可这里荒凉，会有野兽出没呢。你看，滚！谁让你带了？陈甜甜被呵斥的眼泪都快要下来了，退后一步，再不敢说什么。七公子，咱们不如在这里歇歇吧，我瞧这儿挺凉快的。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这魏战小公子很喜欢那个江家孩子，所以自己必须顺毛撸。魏战满意点头，让侍卫把这一片清扫干净，自己就坐树墩上歇脚乘凉。哇，竹姑娘，好多竹姑娘！英宝蹭蹭蹭跑过去查看，只见竹林深处一块空地上长了一些带白裙子的菌菇。哇，这就是竹姑娘。就是竹姑娘，没想到这里也有，这下咱们有口福了。英宝见他这般笃定，也帮忙采摘，一共采了10几朵竹姑娘。魏战被他们的叫声惊动，赶紧跑进来观看。你们进去找找这种菌菇，采下来给我。几个侍卫不敢不从，只得苦着脸进竹林里找那啥子竹姑娘。英宝姐妹几个又砍了一会儿竹子，见时候不早了，便收拾东西回家。魏战跟在他们身后，一直来到了江家大门口。但这几个姐妹进去以后，直接将大门合上，没有让他进去的意思。魏战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冷遇呢，心里失落的同时，竟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。他让侍卫将采来的竹姑娘放在了江家大门口，这才闷闷不乐的离开。一门之隔的英宝侧耳听魏家人离开以后，这才打开了大门。这么多呀，咱们也吃不完，不如晒干存起来，下次吃。英宝这会儿脑子有点乱，没想到那魏家小屁孩竟然是魏妻。英宝，这是我猎的野鸡，送给你。你为何要送我东西？想送就送。可我不认识你。我都来了3天，你竟然还不认识我？当然不认识，我又不知道你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你爹娘姓名，更不知道你为何来咱们这个小山村。我叫魏战，在家族排行第7，我爹叫魏世贤，我娘叫王氏。我与堂哥外出游历，看这里风景不错，就决定留下来住一段时间。这下你认识我了吧？那你们为何住陈家？跟他家是亲戚？点个订阅吧。那你们为何住陈家？跟他家是亲戚？陈老头跟我爹认识，我们住他家是大哥决定的。要不我住你家可好啊？不好。英宝自觉跟着小屁孩已经套不出什么有用的话了，便不怎么想理他。魏战倒是很高兴，能与小娃娃说这么多话。忽然魏战惊叫一声，整个人都跳起来，不停的甩手。小公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被蛇咬了？
拿开，快把那个东西拿开！英宝伸头一瞧，地上有只肥硕的大青虫在扭动。侍卫们松口气，飞起一脚将青虫踢出老远。小公子别怕，这玩意儿啊不咬人。可这话一点都没有安慰到人。最后魏战哭丧着脸跟着侍卫回去了。这天燕如正带着几个女孩子做胭脂，忽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。好你个狐狸精啊！竟然敢勾引我女婿！曹婆子上来就厮打燕如，大女儿二女儿吓坏了，赶紧上前护住燕如。二妮，你竟然护着那贱人！快，大伯娘、阿娘，你们快来呀！江大嫂与春娘闻声过来，推开了冷氏母女，赶紧的将燕如推进了屋里，并关上房门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三弟妹，你也这般护着那贱人？我可不是你弟妹，你不要乱攀亲戚。这冷氏都跟那左姓卖酱菜的生了俩孩子了，今日来此不知又想干什？春娘，你就这般绝情吗？大嫂，婆母在你家吗？我想去给他老人家磕个头。朱氏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连忙朝春娘使眼色，让她去找江三郎与江二郎回来。春娘二话不说就出去了，半途正遇到匆匆赶回来的江二郎。你总算回来了，冷氏一家不知又抽什么风，估计来者不善。知道了，三弟妹，你先带着孩子们回去，这事我会处理好。江二郎踏进家门，扫视一遍站在院子里的几人，喊声问：你们私闯民宅，想吃官司吗？二郎哎，以前都是我老婆子的错，我不该拆散你们夫妻俩呀。今儿你要打要骂随你啊！哎呀，现如今我家丫儿也知道错了，你们俩就和好吧啊！哎呦，二郎你冷氏还想扑缠上江二郎，这么被他好看，闪身躲开。点个订阅吧。二郎，我真的错了，看在咱俩还有两个孩子的份上，咱们和好吧。江二郎没有理会他的哭诉，直接摸起一把架，挑住疙瘩就扫过去了。都给我滚！曹婆子一家被扫得连连后退，最后被江二郎赶到院门口，死活是不肯再走。江二郎，你神气什么？我可是二妮子跟虎子的亲舅舅，你竟然这般撵我！我家虎子二妮没有舅舅，当初断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你一家子可都在上头摁了手印的。摁了手印又怎么样？二妮与虎子始终是我姐的亲生骨肉。哼，你姐姐的亲骨肉在镇上卖酱菜家里，别在我这里找不自在。我不管，你必须再给我们50两，不100两银才行，否则没完。原来是敲诈勒索钱财呀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开口要钱？这样吧，孙礼正正好要过来，就让他来决断。此时孙礼正领着县衙来人，正跟江家三兄弟了解棉花种植情况。凭得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，老子是二妮与虎子的亲舅舅，以后他们的嫁娶都得经过老子同意。相见娘舅的权力很大，哟，口气不小啊！众人簇拥着两位长须中年人，英宝一眼认出，其中一人是上任县令的幕僚廖先生。怎么回事？我与冷氏已经和离，互相签了断亲协议，我支付冷家10两银子，谁知冷氏已经嫁人生子，却还3番2次来我家纠缠，今日还想勒索我100两银子，不给的话就要毁我儿女姻缘。你说断亲就断亲，我和我姐还没死。廖先生冷冷地看向冷大，转头问孙礼正：孙翁，你们乡间都出这种刁民吗？堂而皇之的敲诈勒索，竟也没人管。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。说着吩咐乡丁将他们几个都捆起来，送去香堂等候审理。7、8个乡丁一哄而上，将曹婆子母子3人掀翻在地，抽出随身携带的绳索，就将他们捆起来了。我是江二郎的亲眷，李正，你为啥绑人？乡丁不等李正发话，扯下冷大的汗衫，撕吧塞进了冷氏母女的嘴里。廖先生这才满意，与孙礼正一道去江家的南坡的棉花地查看。泸州太守今日送来信函，让我重新审理韩氏姐妹拐卖孩童一案。廖兄，你如何看待此事？此事明府当慎重。太守简写了信函来，便想给韩氏姐妹脱罪。您不妨将此案重新梳理一遍，如果确实没有疑点，咱们就让那韩氏姐妹保释出狱。抬眼见吴氏面露不悦，明府刚刚来晴川县上任，若为此等小事惹太守不快，岂不得不偿失啊？我若不让他们保释呢？大官人何必为一点小事得罪太守啊？咱们让他们保释，不代表他们无罪。但若您不管不顾，太守那边必然会有对策。这万一真给他们脱了罪，您送上去的卷宗定会被申斥，到时候太守正好有理由撤换您啊。今日那陈家递来诉状，说那江家孩子是他家二儿子的亲生女，还说要与他当堂滴血认亲。您瞧，这就是陈家的伎俩，想以此给韩氏姐妹脱罪呢。您若真让他们当庭滴血认亲，在下敢肯定，他们定有办法让假事成真。如此一来，那韩氏姐妹便能无罪。如果孩子是韩氏亲生女，此案定性就发生改变。
我偏不信邪，既然他们想验血就来验吧。韩氏姐妹雇凶一案已成定局，无论那孩子是不是陈家的，韩氏姐妹的罪行都不受影响。敢在我治下犯法，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治。作为一方父母官，若是无法给百姓合理的公平公正，这个县令不做也罢。廖麒麟见县令固执，摇了摇头，不再说什么。翌日，宝，别怕啊，爹一直在呢，别怕啊，不怕不怕。宝儿才不怕呢。堂上，吴县令坐在主位，一脸肃穆。大官人，小民陈昌平状告江家霸女不还，他捡来那孩子其实就是我陈家的，小民请大官人做主，让我小女返家。大官人，陈昌平在胡说八道，咱们整个村都知道，他丢弃的女儿手腕上有很大的一块胎记，这事儿接生婆吴四舍可以作证，而我家英宝的手腕上并无胎记，怎么可能是他陈昌平的孩子呢？吴县令点点头，一拍惊堂木，带接生婆吴氏前来。民夫拜见大官人。站起来回话。是。吴氏，本官问你，陈昌平妻子生产可是由你接生？是民妇接生的。点个订阅吧。陈昌平婆娘一共生了4个女儿，都是由民妇接生的。你可还记得陈昌平小女儿是何模样，有何特征？大官人呐，那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都是一般模样，民妇只记得那陈昌平最小的孩子手腕处有一个铜钱大小的红色胎记，别的就不记得了。将你女儿的手腕露出来。江三郎一言，给殷宝袖子撸上去，只见2个手腕光滑一片，什么胎记都没有。陈昌平、陈老栓，你俩可看清楚了，这孩子手腕处可有胎记？陈老栓早知道这女娃娃没有胎记。大官人，我孙女出生是何模样，仅凭接生婆一人之言，未必可信。谁知道吴氏是不是被江家人收买了呢？嘿，你放屁！老娘敢指天发誓，所说之言全是真的。当初接触的孩子手腕就是有胎记，之前韩氏还特意去问过我，我也都照实说了。你凭啥说江家收买了我呀？我儿媳妇去问你不假，可她还给了你5两银子。你既然接了韩氏的银子，为何不能再接江家的银子？陈老栓，别扯这些没用的，我闺女绝不是你陈家的孩子，别痴心妄想了。大官人，这孩子明明就是我陈家的，您不信看看他的长相，是不是与我家儿子很像？我才不是你家孩子，你家儿子丑成那个样子，哪点像我了？陈老栓与陈昌平望眼殷宝，心里气得牙痒痒，却只能装出慈爱样。孩子，你真是我陈家孩子啊，咱们一家都盼望你认祖归宗嘞。殷宝被他这惺惺作态恶心到了，躲在老弟身后不想再看。这时坐在旁边的中年人开口：吴民府，既然他们争执不下，不如就滴血认亲吧。对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陈家认亲不过是想给韩氏脱罪罢了，真当谁是傻子吗？你们可同意陈家滴血认亲？我不同意。大官人，英宝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他就如同我亲生孩子一般。这若每个心术不正之人都想与我家英宝滴血认亲的话，那英宝便是将血流干了，那也做不到人人兼顾啊。有理。民府，不过滴一滴血而已，哪里就能够将血流干啊？若这孩子确实与陈家有血缘，也是美事一桩。江家毕竟不是他的血亲父母，还做不了小娃的主。刘公此言差矣，江家抚养他长大，如此大义，怎就做不得他的主？我听闻乡间都在传这孩子是仙童转世，虽不可信，但也让有心人觊觎。这江家抚养他长大，想必从中也捞了不少的好处。如此，他们抚养他不过是有目的而为之，算不得什么大义。他轻飘飘一句话，就将江家踩进了尘埃。我爹娘抚养我是因为他们重情重义，待我好也是因为疼惜我，当我是亲生的闺女。你这么大的人，怎么如此颠倒黑白啊？陈家认亲不过是想给韩氏脱罪罢了，真当谁是傻子吗？花钱雇凶，用迷药将我拐到100里外的地方，还是想利用我给他引个儿子来，之后便将我杀掉。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如此恶毒的女人，你竟然想给他脱罪？我就想问问了，你是城府哪家的家臣啊？为何要千里迢迢来咱们这个小山村，将我与陈家绑在一起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谁教你这般说话的？没人教我，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，
我根本就不是你陈家的孩子。包括那个韩氏，他之所以把我拐走，不就是因为发现我不是他亲生的，所以想把我弄到别的地方藏起来吗？如果我是他亲生的孩子，韩氏根本就不用多此一举啊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那韩氏为什么要保你？他图你什么？你刚才不也说了，乡间传言我是转世仙童，那韩氏一直生不出儿子，便动歪心思，掳走我给他做送子童子呢。不信你可以问问乡亲们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就是这样，那韩氏居心叵测，不是第一次纠缠咱们小仙童了，我们都可以作证，英宝根本不是陈家孩子。哎，对，我们西村人啊也可以作证。那韩氏经常打骂女，她就是为了生儿子才去绑架江家三郎的闺女。西村人受够陈老栓家了，恨不得大官人将他一家都抓起来才好。这样一来，江三郎才能对他们西村不再迁怒，小仙童也能负责一下西村人。韩氏就是绑匪。对，韩氏是绑匪，咱们村啊不要这样的人回来。嘿，自家婆娘是绑匪，青还有脸来抢咱们的小仙童给他脱罪，你想屁吃呢你？陈昌平，你也是读书人，咋就这么不要脸呢？吴氏见火候差不多了，肃静，大家都别吵了。转头看向了陈家父子，你们怎么说？陈昌平一脸惨白，根本答不出话来。哎呀，大官人，这孩子确实是我陈家的，小民要与他滴血认亲。如果不是，小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大官人，求您做主啊！吴氏沉下脸来，明府，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为何不同意滴血认亲呢？莫非明府想要偏袒哪个？吴氏眼神微冷，大官人，既然陈家想要滴血认亲，那便滴吧。不过我想知道要怎样滴血，滴血以后怎么才知道不是血亲呢？滴血就是你们双方各取一滴血入水里，如果2滴血相融，就是血亲；如果它不相融，则没有血缘关系。好，我同意滴血，但为了防止你们弄虚作假，我要求用3碗水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别担心，不会有事。香妮拿来3碗水，一字排开放在桌上，接着小厮又拿出一根针，在陈昌平的手指上扎了一下，让他在每个碗里都滴入1滴血。慢着，这碗不要滴血。陈昌平也没在意，只在另外2碗里滴进了血滴。该你了，把针给我，我要自己扎。英宝龇牙咧嘴，给自己扎一针，在第1碗与第3碗里滴入自己的血，然后从兜兜里抱出小黑狗，在他爪子上也扎一针。不顾他的嗷嗷的抗议，滴1滴血在第2只碗里啊！在众人诧异的眼神里，又拽着老爹到第3碗前，给老爹也扎一针，让他中指的血滴在第3个碗里。众人简直看呆了，不出意外，3个碗里的血都融合到了一起。陈老师哈哈大笑，指着第1碗就叫：哈哈哈！哎呀，这女娃娃果然是我陈家孩子。明府大官人，韩氏没有罪，他带走的是自家孩子，他没罪，请大官人释放韩氏。在外头听审的众人面面相觑，你为何不看另外2碗血呢？难道说我家小黑其实也跟陈昌平有血缘关系？还有我阿爹滴的这碗也跟我的血融合了呢？什么？吴氏亲自过来查看，确实都融合了，难道你们都有血缘关系？小娃娃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知道啊，不是你们要滴血认亲吗？哪里错了？碗是香丁拿来的，碗里的水是你们给的，我只不过是试验一下这个滴血认亲到底管不管用。小娃娃，知道什么是惠及必伤吗？你小小年纪，未来日子还长着呢，可不要顾此失彼呀！哇，柳官人，你是在恐吓我这个小孩子吗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今年已经5岁了，我才不怕你！柳林气的脸色铁青，冷哼一声，站起身甩袖而去。陈老栓、陈昌平，你们对滴血认亲的结果可还满意？大官人，我要重新滴血，刚才太荒谬，做不得数。依你意思，只认江英宝与你儿子的血，其他都不作数。方才江三郎的血也跟江英宝融合了呢。是其他人的血怎么能作数？陈老栓父子无凭无据诬告良民，按律当庭杖责40。来人，拉下去行刑。说着将红头签丢了下去，衙役接了红头签，拖了陈老栓与陈昌平就往外走。东村村民欢呼雀跃，纷纷叫喊着青天大官人。但没过几日，府城那边又送来一封信，王太守亲自批文，让韩氏姐妹保释出来。
理由是俩人已经怀有身孕。这些英宝都不知道。不过有件事让他很是欣慰，那就是魏家兄弟走了，还带走了陈老栓夫妻与陈昌平及陈昭、陈甜甜姐妹几个。转眼几个月过去，英宝种的葫芦已经长大。英宝，你那葫芦能送我2个吗？好吧，除了那3个最大的你不能拿，其余随便挑。嘿嘿，我挑了。江泉搓着手在众多葫芦里挑选。卖葫芦喽！小仙童亲手种的葫芦，福禄寿喜财，你想要哪样就能让哪样进门，数量有限，赶紧来买呀，迟了就没有了。英宝被二堂哥这雷人口号惊呆了，原来这家伙竟然拿自己赚人气儿。真是小仙童亲手种的葫芦。江泉从小堂妹从身后扒拉出来，笑嘻嘻说道：这还有假？打眼一瞧，果然是江家的小仙童。葫芦怎么卖啊？大的5罐，小的2罐。啥？疯了吧？啥玩意儿这么贵？嫌贵也没有办法，这还是最便宜的呢。咱家的葫芦王没有50两银，你们想看都别想看。切！我看你这小子小钱想疯了。这么好看，就是点个订阅吧。小仙童亲手种的葫芦啊，5罐1个，先挑先得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想沾福气的赶紧来买啊，咱们过时不候。二哥你过来，你扛着我的名头卖葫芦，回头怎么分账啊？等挣了钱，咱俩1人1半。哦，嘿嘿，这还差不多。可任凭江泉吆喝半个时辰，愣是一个都没卖出去。忽然有个人抱着一小孩奔过来，扑通在英宝面前跪下。哎呀，求求小仙童，救救我孩子吧！哎，求求你了！哎呀，英宝被吓了一大跳，一瞧这人怀里的孩子面色蜡黄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快放下让我看看。这人也是听话，将孩子放在了地上。英宝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药丸子。哦，把药钱给我，一共10两银子。什么啊？我家小仙童给你孩子治病，难道要免费吗？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没钱你就干活抵账，我家仙童的药可都是仙药，算你10两，已经很便宜了。你不会要忘恩负义，想赖账吧？多谢小仙童救命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将医药钱还上。英宝也是懵了，刚想拒绝，被江泉拉了拉衣袖。咱们又不是开善堂，以后找你看病的人多着呢，难道都给他们免费？这个头不能开，你必须收下这个人，干活还账。英宝一想也对，那好，你现在先回家去，明日我家正好要收棉花，你就来帮忙干活吧。哎，好，我明日一定去。赵大千恩万谢，抱着儿子回家去了。嘿，我就买个小的，沾沾福气。大的，那个大的给我，5罐就5罐。我先看中的，你干嘛抢？总共带来10只葫芦，很快都被人买走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今儿这葫芦真是你种的呀？是我种的。下个集还来吗？来的，家里还有一些呢。等你来，留1只葫芦给我。放心吧，一文不少你的。英宝，好，放心吧，肯定留个最好的给您。第二天，那个赵大果然来了，还带着他老婆与儿子。英宝给男孩看了看腿，见青子褪去大半，并又给他喝了1瓷碗的药水，吩咐男孩娘：你多给他喝点水，让他把体内毒素排一排，才能好得快。女子低低的应了。咱家桌上有烧好的冷开水，你倒给他喝吧，生水喝了拉肚子就不好喽。江三郎已经知道赵大的情况，没说啥，带着他与几个村民一起去棉田收棉花。英宝，温夫人回来了。真回来了？那温姐姐回来没有？也回来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二妮兴奋到不行，忽然又想起自己学的那些字好像都忘了大半。英宝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英宝快跑到院子里，踩着上马石骑上了鹿背，不多会儿就到了学堂。温姐姐轩宝都长高了你也长高喽。温叔拉着他到一这么好看，旁风厅坐下，点个订阅吧。